庆宇看着满地的狼藉，随口抱怨了一句：“这些家伙真是甩都甩不掉。”不过挣扎也没用，因为这最后一层马上就要被他彻底打通了。谁能想到，在这个凉透了的破游戏里，排名第一的大神竟然是他！真正的挑战现在才要开始。在游戏世界里，庆宇就是那个打破所有记录的活传说，连顶级高手白川都要客客气气的过来请教。可屏幕外的现实却让他根本笑不出来。为了打游戏，他连大学都没去上。24岁了，没工作也没前途，看着父母那担心的眼神，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所以他下定了决心，只要打通这最后一关，就彻底删掉这个凉透了的游戏。他得回现实世界，像个正常人一样重新开始生活。为了能重新做人，也为了给吉努这个账号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，庆宇挥出了手中的长剑。这一局打完，他就打算彻底退游了，哪怕是在稀有的召唤物，现在也只是他通关的工具。他熟练地打开召唤窗口，准备放出最后的底牌。而在外面的聊天频道里，大佬们早就炸开了锅。白川还在纳闷，这位大神怎么一直不回消息。瑞秋倒是很了解他，知道他战斗的时候从不看手机。所有人都在等这个传说中的男人亲手终结这一切。庆宇终于使出了杀手锏，随着一声令下，巨大的白鲸破空而出，这是他压箱底的终极技能。战场上的光芒还没散去，六翼天使又接上了致命一击，这套连招行云流水，根本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。场外的瑞秋看着屏幕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如果庆宇今天真的通关，那他在这游戏里就待了整整10年。整整10年啊！人生能有几个10年？连一向淡定的杰诺斯都被这股执着劲儿给吓到了。这已经不是在打游戏了，这简直是在创造奇迹。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，等待那个最终结果的到来。看着满屏华丽的特效，杰诺斯在聊天频道里直喊：在看到这一关的结局之前，他这辈子都舍不得退游了。庆宇的操作稳得可怕，白鲸与天使的配合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，直接把对手彻底淹没。杰诺斯已经成了他的头号迷弟，感叹吉努大神果然从来不会让人失望，这战斗力简直是天花板级别。可就在所有人都欢呼的时候，庆宇却依然一脸冷静，他只想赶紧打完收工，彻底告别这个虚拟世界。然而白川的一句话却让气氛突然变得有点诡异。他说：但是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？白川在频道里急切地问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公告。杰诺斯立刻接话：你是说打通100层之后会开启新世界的那个传闻？可现在的庆宇根本没工夫去想什么新世界，眼前的红龙张开血盆大口，炽热的龙息已经扑面来，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。就在这生死一瞬，庆宇再次展现了顶级操作，他反手甩出召唤指令，一条巨大的青龙破水而出，正面迎上了漫天红火。白川还在纠结公告里的细节，担心游戏的底层架构会不会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完全不知道庆宇正在经历怎样的恶战，谁与火在空中剧烈碰撞，这一招如果挡不住，别说开启什么新世界了，庆宇的传奇恐怕就要到此为止。瑞秋在频道里冷不丁说了一句：那个通关就能改变世界的公告，估计只是开发商开的玩笑，毕竟谁也没想到真的有人能杀到第100层。战场中心火光冲天，剧烈的爆炸几乎要把空间撕碎，庆宇就在这毁灭性的力量中死死守住最后的防线。这一战的胜负已经超出了游戏本身。白川听完瑞秋的话，忍不住回了一句：哈哈，确实挺荒唐的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事儿是真的呢？如果世界真的发生了巨变，如果我们的现实生活彻底变成了召唤师的世界，那现在庆宇打的这一仗可就不是通关那么简单了。这番话让频道瞬间安静了，所有人都在盯着屏幕里的庆宇，他现在每往前走一步，可能都在改写全人类的命运。屏幕上金光闪闪的通关字样，宣告庆宇终于登顶了试炼之塔。这一刻他再也压抑不住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直接兴奋地蹦了起来，他扯开嗓门疯狂大喊：我赢了，我终于通关了！周围的路人全都被吓了一跳，纷纷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，觉得这小伙子多半是受了什么刺激。庆宇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成就感，甚至已经想好了要在退游之前发个动态，跟那些老玩家们好好炫耀一番。伟大的吉努大神终于通关了，这可是全服唯一的荣誉。他正美滋滋地盯着手机，准备给自己的游戏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周围的议论声突然变成了惊呼，原本平静的街道被一道突如其来的强光笼罩，所有人都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谁能想到，游戏通关的结算界面竟然直接出现在了现实世界的天空，巨大的屏幕遮天蔽日，宣告着试炼之塔100层正式被攻破。还没等庆宇反应过来，系统再次弹出一条冰冷的提示：内测阶段已经结束。这简单的几个字让整座城市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庆宇看着天上的屏幕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明明是游戏里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实世界？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。就在这时，无数红色的卷轴从天而降，像雪花一样落满了整条街道。路人们纷纷停下脚步，好奇地捡起这些诡异的东西。有人还在猜测，这难道是官方搞的什么大型活动？甚至有学生提议，干脆直接把卷轴撕开看看。庆宇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，系统最后的指令清晰可见：撕开召唤卷轴，真正的灾难就在这一瞬间被彻底点燃。庆宇声嘶力竭地大喊：快住手，别撕那个卷轴！可他的提醒还是晚了一步，路人已经带着好奇亲手开启了地狱的大门。随着卷轴被彻底撕碎，原本平静的街道瞬间炸裂，刺眼的火光伴随着惨叫声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幸运奖励，
冰冷的系统提示再次刷屏，新世界正在创建中。庆宇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烟尘散去之后，整座城市已经彻底变了样。巨大的岩石怪破土而出，狰狞的飞行魔兽在空中盘旋，那些只在游戏里见过的怪物，现在全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。成群结队的红色巨猿发出咆哮，现实世界的秩序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看着满大街横行的妖魔鬼怪，庆宇知道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看着眼前炼狱般的景象，庆宇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他喃喃自语着这不可能，可四周传来的惨叫声却在提醒他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街道上已经彻底乱成了一团，到处是刺耳的刹车声和碰撞声，有人被失控的车辆撞倒在斑马线上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，路人们惊恐的呼救，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。庆宇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剧痛就瞬间席卷了全身，他无力地倒在冰冷的马路上，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只能发出一声不甘的咒骂。这该死的游戏！就在他意识逐渐消散的时候，掉落在地上的手机屏幕闪烁了一下，上面依然显示着耐心冷酷的字样。新世界正在创建中，屏幕的裂纹映照着城市的火光，仿佛在嘲笑着人类的无力。庆宇的通关奖励，难道就是亲眼见证世界的毁灭吗？电视里正播着让人揪心的新闻，国际玩家联赛的新赛季刚开始，韩国队的成绩就再次垫底，专家们还在为了高阶卷轴的预算，在屏幕里吵个不停。而此时的病房里，只有削苹果的沙沙声。庆宇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头上缠满了绷带，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僵硬的手指突然颤动了一下，这个细微的动作打破了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守在床边的母亲愣住了，手里的水果刀和苹果掉落在地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反应过来后拼命的大喊：“快叫医生！”昏迷了这么久的庆宇竟然真的醒了。在这个怪物横行、秩序崩塌的时代，他的苏醒或许才是改变局面的关键。庆宇终于睁开了眼，但迎接他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他怀疑人生。他这一躺竟然就是整整3年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昏迷前看到的那些怪物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死前的幻觉，游戏里的东西真的全都降临现实了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老爸就指着门口的一个石头怪说：“这是他现在的召唤兽，平时专门负责帮家里搬快递干杂活。”看着这个曾经在游戏里让人头疼的鹅卵石怪，现在居然成了家里的免费劳动力。庆宇彻底懵了，这个世界不仅变了样，而且变得让他完全认不出来。但这还不是最让他震惊的，接下来的第3件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现在全世界都在疯了一样，寻找一个叫神级庆宇的人，连世界排名第1的瑞秋都亲自在电视上喊话，说只要这个人现身，整个世界都要彻底变天了。包括瑞秋在内的5帝都在等着他的出现，因为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继续往上爬。看着电视里的新闻，庆宇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因为他们要找的那个大神，竟然就是他自己。他一眼就认出了瑞秋，那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5帝之一，而那个名字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记错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冰冷的系统界面突然跳到了他的面前，询问他是否要开始新手教程。庆宇这才意识到，召唤师战争的世界真的已经变成了现实，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看着庆宇刚醒就要折腾，母亲急得不行，劝他先别管什么新手教程，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再说。但庆宇心里清楚，这个世界已经彻底变了，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适应，才能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活下去。他安慰父母说自己没事，随后直接掀开了被子。虽然现在他手里什么都没有，对这个新世界也还很陌生，但他脸上却露出了那种久违的自信笑容。对他这种级别的玩家来说，这种开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只要让他重新开始，无论在哪个世界，他都有绝对的信心再次杀回那个最顶尖的位置。出院回到家才发现，这个世界早就变了样，曾经只在屏幕里的怪物竟然全都跑到了现实中。整整3年时间，人类已经习惯了和危险共存，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觉醒者。但在庆宇眼里，这些人的水平实在不够看。他站起身，随手划开眼前的系统界面，既然大家都适应的差不多了，那也是时候该我出手了。庆宇笑着点下确认，真正的试炼现在才要开始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庆宇特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毕竟这种召唤仪式要是闹出太大动静，可就麻烦了。忙活了半天，新手奖励终于到手，2张低级召唤卷轴，这可是他翻盘的唯一机会。庆宇嘴上说着不紧张，心里却很清楚，这游戏的抽奖概率低得离谱，要是开局抽到一堆垃圾，那这辈子基本就直接完蛋了。看着卷轴上闪烁的光芒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是当欧皇还是飞球，就看这一哆嗦了。这种低级卷轴的概率简直让人绝望，想抽到稍微能用的地级，可能性连1%都不到。庆宇死死攥着手里的红纸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，哪怕来个最普通的1级也行，只要别让他开局就爆死。他咬咬牙，猛地撕开了第1张卷轴，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四周的空气瞬间变得不一样了，刺眼的光芒从裂缝中炸开。庆宇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动静难道真的让他撞了大运？卷轴碎裂的一瞬间，强光差点晃瞎了眼，庆宇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动静大的完全超出了预期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系统提示音直接在耳边炸开，恭喜玩家庆宇成功召唤风之妖精蓝巴。最离谱的是那个等级竟然是听都没听过的 EX 级。庆宇死死盯着屏幕，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根本就没见过这种逆天级别。就在这时，光芒中走出一个娇小的身影，蓝巴揉着眼睛打了个哈欠，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。谁能想到，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精灵，竟然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唯一规格外等级
庆宇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原本以为只是个普通的召唤物，结果这家伙不仅活生生的，竟然还会开口说话。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蓝巴吗？”小精灵愣了一下，随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死死盯着庆宇的脸。难道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庆神？蓝巴的声音都在发抖，还没等庆宇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尖叫着扑了上去，一边哭一边往他脸上蹭。这下轮到庆宇无语了，本来想低调发育，结果刚开局就被自己的头号迷妹给认出来了，这以后的日子怕是清静不了。别看蓝巴现在这么小一只，在以前的游戏世界里，他可是强得离谱的顶级辅助，只要配上合适的符文，他的增益效果能让全队数值直接炸裂。庆宇看着肩膀上的小家伙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当年官方为了修复平衡性漏洞，直接把这个角色从游戏里永久删除了。可现在系统面板上竟然显示，蓝巴正处于某种诡异的隔离状态，这说明他并不是被彻底抹除，而是被强行关了起来。蓝巴委屈巴巴地凑过来，说自己突然被抓进了一个漆黑的虚空，在那座看不见的笼子里，他被关了整整1年。庆宇这下彻底明白了，自己召唤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精灵，而是一个被系统封印已久的禁忌存在。蓝巴凑过来撒娇，非要庆宇答应以后一直带着他。可庆宇现在没心思玩这种拉钩游戏，他只想搞清楚一件事，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把一个 EX 级的角色强行隔离。面对庆宇的追问，蓝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，他努力想要回想起那个人的名字，可就在真相快要浮出水面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蓝巴突然痛苦地抱住脑袋，整个人疼得在半空中打滚。庆宇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头疼，而是有人在他的记忆里种下了极其强悍的认知封印，只要他试图触碰那段禁忌，封印就会立刻反噬。庆宇看着缩在肩膀上发抖的蓝巴，心里很清楚，想要解开这个谜团，恐怕得先从他仅剩的一点记忆碎片里寻找突破口了。蓝巴接下来的话让庆宇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原来被系统强行隔离的并不只有他一个，还有另外9个同样恐怖的存在。庆宇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，如果真的有10个这样的单位，那事情就完全对上号了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当年他在巅峰期的时候，官方曾以修复漏洞为名，强行删除了10个最顶尖的神级单位。这哪里是什么系统漏洞，这分明是有人为了限制玩家，故意把这些最强战力给封印了。而现在，这些被抹除的禁忌似乎找到了重回世界的裂缝。蓝巴兴奋地围着庆宇打转，他说只要庆宇使用低级卷轴，就有机会把那些老战友一个个拉回来。庆宇看着手里的卷轴，心里很清楚，一旦这10个怪物全部回归，这个世界的规则就要被彻底改写了。庆宇现在越想越兴奋，如果这些被隔离的 EX 级单位真的只对他手里的卷轴有反应，那他岂不是成了地球上唯一的顶级欧皇？他甚至开始怀疑，这可能是通关试炼之塔100层后系统给他的隐藏福利。难道说现在他随手撕开一张基础卷轴都能100%出金？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庆宇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撕开了手里最便宜的低级卷轴。随着一阵耀眼的蓝光闪过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伴随着咆哮声重落地。就在庆宇以为又要见证奇迹时刻的时候，系统面板上的提示却让他当场石化，成功召唤长毛猩猩，等级 Death 级。看着眼前这只只会傻笑的猴子，庆宇的自信心瞬间碎了一地。看来所谓的 EX 级保底根本不存在，这破游戏果然还是那个看脸的垃圾抽卡坑。虽然刚才抽到了个垃圾，但庆宇的思路反而更清晰了。既然低级卷轴能出奇迹，那就干脆疯狂砸钱，只要能把那10个 EX 级单位全部找回来，他就能超越当年的巅峰，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神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得先解决一个隐患。庆宇一脸严肃地告诉蓝巴，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再叫他庆神，只能叫他的本名庆宇。蓝巴听得一脸懵，明明这个称呼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耀，为什么要突然舍弃？庆宇没有过多解释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武天帝的名号实在太响亮了，消失了整整3年，他不知道现在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，更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。如果让人知道当年的庆神正在秘密集结神级战力，那些贪婪的家伙绝对会倾巢而出。在羽翼未丰之前，他必须彻底隐藏身份。还没等庆宇喘口气，周围的森林突然剧烈震动，惊起了一大片飞鸟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庆宇和蓝巴都愣在原地，完全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。紧接着，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，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，直接宣布进入下一阶段。一个闪烁着诡异蓝光的传送门就这么凭空出现在庆宇面前。系统提示：基础新手副本已经生成。看着眼前这道通往未知的门，庆宇忍不住吐槽，这节奏也太快了，连个心理准备的时间都不给。虽然他以前在游戏里刷过成千上万个地下城，但那毕竟只是动动手指，现在可是要用肉身实战，一旦踏进这扇门，生死可就由不得自己了。看着眼前这道散发着寒气的传送门，庆宇停顿了一下。老实说，他心里现在虚的不行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真正面对这种超自然的危险。但他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断在心里安慰自己，这不过是个新手教程，而且他手里还有召唤兽，根本不需要自己冲在最前面拼命。随着系统的一声令下，庆宇带着蓝巴和那只大猩猩正式站在了副本入口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事到如今也只能豁出去了。既然世界已经变成了这副鬼样子，逃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他必须尽快适应这个扭曲的现实。
庆宇迈开步子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片蓝光之中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城吗？庆宇环顾四周，这地方确实透着一股邪气。还没等他站稳，系统的提示音就响了，新手地下城正式开启。看来要动真格的了。想要在这里活下去，他必须组建自己的召唤兽团队。真正的考验就藏在这些未知的卡牌里。正常人为了稳妥起见，都会组满5人小队再进副本，但他偏不按常理出牌，只带2个召唤兽，在别人眼里简直是送死。但对他来说，这套战术已经演练过上万次，所有的通关攻略早就刻在了他的脑子里。庆宇没有犹豫，直接按下了确认键。随着2道光芒闪过，蓝巴和多毛大猩猩瞬间现身。这支奇怪的队伍已经准备好大闹一场了。低沉的嘶吼声从暗处传来，一只饥饿的灰狼已经盯上了庆宇。系统任务瞬间弹出，只有击败他才能活着离开。虽然身上开启了玩家护盾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虚拟游戏，而是实打实的现实世界。如果护盾失效时被击中，那就不是屏幕弹出游戏结束，而是他整个人都要交代在这了。战斗一触即发，庆宇一声令下，多毛大猩猩咆哮着冲了出去，但这大块头的动作实在太慢，根本摸不着灰狼的边。不过这一切都在庆宇的计划中，他立刻呼唤蓝巴，真正的杀手锏现在才要登场。蓝巴挥动手中的法杖，绿色的风压瞬间席卷全场。这招不仅能大幅提升速度，更要让敌人见识一下什么叫快到看不见残影。蓝巴的辅助魔法瞬间到位，多毛大猩猩像开了挂一样，咆哮着朝敌人撞了过去。这速度和爆发力简直跟刚才判若两元。庆宇正要在心里给蓝巴点个赞，可当那只灰狼彻底现身时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家伙的个头怎么比游戏里大出这么多？近距离感受这种压迫感，让庆宇心里也开始打鼓。虽然数据上稳操胜券，但面对这种变异的怪物，大猩猩真的能顶住吗？最担心的变数还是发生了。现实世界里的怪物远比游戏数据要凶残得多。多毛大猩猩虽然拼尽全力，却被体型巨大的灰狼死死压制，鲜血瞬间溅满了地面。大猩猩被怪物按在地上疯狂撕咬，局面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。庆宇急得大声呼喊蓝巴的名字，现在只能靠他了。蓝巴咬紧牙关，拼命挥动法杖，他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，要把所有的魔力都灌注进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多毛大猩猩猛地挥出一记重拳，这一拳是大力沉，直接把不可一世的灰狼掀翻在地。庆宇看准时机，大喊一声：“结束了！”这是最后的终结时刻。蓝巴心领神会，瞬间开启了巨大的绿色魔法阵，所有的魔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大猩猩借着这股力量腾空而起，这一记从天而降的重击要彻底终结这场噩梦。随着最后一记重拳落下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灰狼瞬间化成了漫天碎屑，战斗终于彻底结束了。多毛大猩猩捶着胸口，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，这是属于胜利者的姿态。蓝巴兴奋地在半空乱跳，大喊着：“我们赢了！”庆宇悬着的心也总算落了地，看着系统弹出的通关奖励，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感觉，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运气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夕阳下的城市，雅珍正美滋滋地数着手里的钞票，今天运气爆棚，一天就赚了整整20万。谁能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孩，竟然是个专门在低级副本搬砖的符文猎人。她每天没日没夜地刷副本，把辛苦攒下的符文卖给那些大人物，以此来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家。自从哥哥庆宇出了意外，家里的重担就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只要能让日子好过一点，再危险的副本他也得闯一闯。雅珍能撑起这个家，全靠当初在副本里欧皇附体，撞上了掉率只有1%的极品，拿到了珍贵的暗影精灵召唤卷轴。靠着这个强力助手，他成了职业刷符文的行家，日子总算一天天好了起来。就在他美滋滋收工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竟然是哥哥庆宇打来的。他不仅奇迹般的出院了，还从老爸那听说了雅珍在搬砖的事。不过他这一开口就踩了雷，他管雅珍叫符文小贩，这下可把雅珍气得当场炸毛，非要哥哥改口叫他职业玩家不可。庆宇只能无奈地顺着他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雅珍愣住了。他竟然在打听合成中心的位置，看来这个刚出院的哥哥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打算，想要变强就必须去那个被称为玩家区的核心地带。自从试炼之塔在全球出现，为了处理召唤兽和合成业务，这种专门为觉醒者服务的区域应运而生。雅珍耐心地解释，在韩国只有蚕市和海云台才有这种地方，那里不仅有各种副本，还有最关键的合成中心。庆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把设施建在塔附近，确实是最高效的选择。看来他想去的地方已经很明确了。不过雅珍接下来的话却像是一盆冷水扣了下来，他好奇地打听哥哥到底拿到了什么等级，是不是最垫底的 F 级或者1级。庆宇倒也没打算隐瞒，直接承认了自己手里确实只有低级货，这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计划显得更加前途未卜。庆宇随口编了个瞎话，竟然把精明的妹妹给糊弄住了。雅珍还真以为他只是运气好才拿到了那个掉率极低的1级召唤兽，其实庆宇心里很清楚，他撒了个弥天大谎。为了尽快适应这个新世界，他不得不请求雅珍带他入门，甚至还想用零花钱来收买这个小富婆。雅珍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他现在赚的钱可比哥哥多得多。更让他觉得离谱的是，庆宇竟然说自己以后会成为世界最强。雅珍毫不客气地泼了一盆冷水，在他眼里，像瑞秋那种天选之子
才是真正的天才，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够不着人家的脚趾头。面对妹妹的嘲讽，庆宇并没有反驳，只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毕竟他手里握着的底牌，足以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。庆宇不想再浪费时间，直接拍板让雅珍带路。既然大家都把那个地方传得那么神，他必须亲自去见识一下。看着哥哥这副果断的样子，雅珍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。毕竟在普通人眼里，玩家区可不是什么旅游胜地。庆宇笑着说，他想亲眼看看那个所谓的玩家区到底长什么样。随着镜头拉远，那座高耸入云的试炼之塔在夜色中散发着冰冷的光芒，那里是强者的天堂，也是无数人的噩梦。夜色下的城市看似平静，但有些秘密已经藏不住了。雅珍凑过来打听，听说你刚才抽到了新召唤物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庆宇随口回了一句：风之精灵。这名自听者就挺稀有。雅珍果然坐不住了，非要亲眼见识一下，甚至开始软磨硬泡。庆宇可不吃这一套，想看可以，那你必须先把你的亮出来。没想到他答应的挺痛快。行啊，待会儿可别被吓着。看着他这副自信的样子，庆宇心里也犯嘀咕，这丫头手里到底攒了什么样的底牌？雅珍压箱底的宝贝总算露面了，竟然是个 C 级的暗影精灵，这在普通人眼里确实算个贵族。可庆宇看了半天，就回了一个字：哦。这下雅珍彻底炸毛了，你到底懂不懂行啊？这可是高级货。庆宇表面上点头敷衍，心里却在疯狂吐槽，这种级别的以前在他手里只能当融合材料。他甚至还凑过去想跟这个暗影精灵打个招呼，问问人家能不能听懂韩语。雅珍在一旁看得满脸黑线，这人怕不是傻了，谁家召唤物还会开口说话啊？庆宇却一脸认真，我这是在跟他搞好关系，让他以后多照顾照顾你。看着他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雅珍彻底没话说了，这家伙的脑回路果然跟正常人不一样。庆宇这下整个人都懵了，原来在普通人的认知里，召唤物根本就不会说话，可他家这个蓝巴从见第一面起就没停过嘴，现在还趴在他脸上大喊大叫，吵着说有多想他。雅珍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他，这世上哪有会说话的召唤物？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庆宇这才反应过来，看来蓝巴确实是个特例，要是让别人知道这小家伙的本事，麻烦可就大了。雅珍还在旁边不依不饶，既然我都给你看了，现在该轮到你展示了吧。庆宇直接一个转身，下次一定，现在还不是招摇的时候，毕竟在这个世界太出众可不是什么好事，他得想办法先把蓝巴这个话痨给藏好了。庆宇嘴上说着让雅珍带路，脚下却走得飞快，气得雅珍在后面直喊他是大骗子。可等他真正踏进目的地，整个人直接看傻眼了，这哪里还是记忆中的蚕食乐园，到处都是晃眼的霓虹灯，街上甚至随处可见带着各种奇怪召唤物的路人，简直像闯进了另一个世界。雅珍在一旁解释说，自从那座试炼之塔出现后，大企业就把原来的地方全拆了。庆宇还有点纳闷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拆？结果雅珍翻了个白眼，谁会想在那种阴森森的塔旁边没心没肺的玩旋转木马啊？现在的这里早就不是什么梦想之地了。雅珍无奈地摊了摊手，自从地下城直接降临在乐园中心，这里就成了没人敢来的禁区，谁会想在玩过山车的时候丢了命？庆宇看着眼前闪烁的霓虹，心里却有点热血沸腾。虽然地下城确实很危险，但这种游戏照进现实的感觉，真的让人没法拒绝。路边到处都是交易所，玩家们在这里随便买卖卷轴和符文。看着那些熟悉的道具，庆宇不禁想起了白川那家伙。以前他俩为了开出极品卷轴，可没少往里砸钱。雅珍指了指远处的咨询台，提醒他这个新手，要是真想在这里混下去，最好先去领个新手手册，或者干脆去那边的玩家学院。毕竟现在的庆宇在别人眼里还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。雅珍还在劝他要按部就班，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。庆宇却直接摆了摆手，不用了妹妹，我心里有数。对他来说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学的，只要在这片区域待着，他就有办法让自己飞速成长。雅珍看着他这副自信的样子，心里还是直打鼓。你确定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？庆宇笑着挥了挥手，示意雅珍先回家休息，他打算一个人在附近转转，好好熟悉一下这个新世界。看着庆宇离开的背影，雅珍总觉得这小子神神叨叨的，明明才刚醒过来没多久，怎么表现得像个老手一样？虽然心里觉得他像变了个人，但雅珍还是选择先观察看看。临走前还不忘大声叮嘱，千万别逞强，有事立刻打电话。庆宇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，属于他的真正行动现在才要正式开始。庆宇特意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反复确认周围没有监控和路人，这才压低声音叫出了那个名字。随着一阵金色的光芒闪过，蓝巴扑腾着翅膀飞了出来。这小家伙显然憋坏了，一露面就兴奋的大喊大叫。庆宇吓得差点当场跳起来，这要是被人听见就全露馅了。他眼疾手快，一把捂住了蓝巴的小嘴。蓝巴被按得动弹不得，只能瞪大眼睛发出呜呜声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庆宇一脸严肃地盯着他，直接开始了约法三章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是在外面，你绝对不能开口说话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带着这么一个显眼的精灵到处走，那简直就是移动的活靶子。庆宇再次跟蓝巴强调，只有在地下城里才能开口。这小家伙倒也听话，忙不迭的在那点头。安顿好了伙伴，庆宇打算先整理一下现状，毕竟想要正式攻略地下城，手里没点启动资金可不行。可当他打开手机银行，整个人都沉默了，余额里那几个可怜的数字简直比他的命还短。
这点钱别说买装备了，恐怕连顿像样的饱饭都够呛。庆宇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重活一回，竟然会穷到这种地步。靠打零工攒钱肯定是不行了，那得攒到猴年马月去。至于伸手向家里要钱，在他看来更是异想天开。看着空荡荡的钱包，庆宇知道自己已经没退路了，想要翻身，就只能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搏一把。为了撑起这个家，父母现在同时打着3份工，看着他们在后厨和工地拼命的样子，庆宇心里五味杂陈。要是这时候还伸手向家里要钱，那简直就不是人了。既然没钱，那就只能靠自己白手起家。其实这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，毕竟在之前那个坑人的游戏里，他可是出了名的零氪大佬，哪怕1分钱不花，也能稳坐排行榜前列。那个游戏的逼氪程度简直离谱，有人甚至砸了几个亿进去，但他硬是凭着过人的手段，1分钱没掏就爬到了顶峰。既然以前能做到，现在换个世界，他照样能不花1分钱就重回巅峰。就在庆宇发誓要靠自己翻身时，手机突然剧烈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上赫然显示账户里刚刚多出了50万韩元。庆宇整个人都懵了，这钱是从哪冒出来的？难道真是老天爷开眼，给了他一份新手大礼包？可当他点开短信，看清发件人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兴奋瞬间消失了。那是母亲发来的消息。母亲在短信里说，听妹妹雅珍说，她一醒来就想找工作，知道她性格倔强，不肯开口要钱，但这笔钱一定要收下。庆宇握着手机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比谁都清楚，家里为了给自己治病，早已掏空了家底。母亲每天守在病床前已经够辛苦了，可即便在那种绝望的情况下，她依然在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儿子撑起最后一片天。看着母亲那句温柔的叮嘱，庆宇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。这哪里是50万，这分明是母亲的血汗钱。庆宇低声说了句谢谢，这笔钱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启动资金，更是母亲沉甸甸的期望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彻底出人头地，让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去拼命。不过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别人已经领先了整整3年，想要追上进度，每1秒钟都得拿命去换。既然要成为最强，那就要拿出最专业的架势。想要收集升级材料，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。庆宇果断打开系统商店，用这笔钱买下了3张召唤卷轴。想要在这行站稳脚跟，他得先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。3张卷轴连着撕开，史莱姆、角蝶、毒蜥蜴，虽然等级都不算高，但好歹是把队伍给凑齐了。庆宇看着这只毒蜥蜴，心里盘算着，能出个1级已经算是运气爆棚，毕竟这抽奖概率低得离谱。至于这个长得有点寒碜的史莱姆，他也只能先凑合着用，等以后有了更好的，再把它给处理掉。看着眼前这帮奇形怪状的家伙，庆宇心里总算有了点底。抽卡、打怪、干材料，这套升级路数他实在是太熟了，只要肯花时间去磨，哪怕是在枯燥的重复劳动，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。等他攒够了最顶级的战力，别说这小小的地下城，就算是那座传说中的试炼之塔，他也照样能横着走。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剩下的那些传说中的 EX 级召唤兽全部都给找出来。庆宇心里很清楚，蓝八指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顶级战力还隐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只要能把这些家伙全部集齐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能拦得住他的地方了。庆宇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动真格的时候了。他打算先找个地下城试试水，毕竟在手机游戏里，只要点一下屏幕就能进本，但现实世界显然没那么简单。他正琢磨着现实里的入口到底长什么样，结果下一秒他就彻底愣住了。这路中间突然冒出来的蓝光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就算身边带着蓝八，眼前的场面还是让他有点没底。谁能想到，庆宇好不容易觉醒了，结果连地下城的门都摸不着。现在的世界，地下城虽然到处乱跑，但规矩早就变了。不管这副本有多简单，只要你没在官方注册，大门就会把你直接踢出来。看着别人都能进去刷怪，他只能坐在长椅上发愁。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偏偏赶在法律改了之后才觉醒，这下真的麻烦了。看着庆宇这么发愁，蓝八赶紧凑过来给他打气，这小家伙的安慰总算让他心里好受了一点。就在这时，妹妹雅珍打来了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。庆宇顺口提了一句，现在进地下城居然还要注册。电话那头的雅珍吓得直接跳了起来，他是真把这件大事给忘了。原来是因为最近出事的人太多，政府为了保住大家的命，才不得不临时加了这道门槛。看来想要变强，第一步得先去把证给办了。庆宇听完电话都懵了，原来之前地下城失控，竟然死了那么多人，难怪现在到处都有人站岗。他查了一下注册流程，不仅要考试，还得实战演练，这麻烦程度简直让他想直接放弃。雅珍在电话里感叹，如果不限制玩家数量，大家都为了钱去玩命，这社会肯定要出大乱子。不过最让庆宇意外的是那个所谓的全球排名，咱们国家竟然连前100都进不去。雅珍还在那念叨，要是传说中的庆神能出现，局面肯定就不一样了。挂掉电话，庆宇看着这满城的灯火，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吧。第二天清晨6点，家里已经响起了锅碗瓢盆的声音。父亲看着报纸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怎么起这么早？”庆宇背上包就往门口走，他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，连母亲递过来的饭团都没打算留下来吃。就在推门离开的一瞬间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叫住了正在忙碌的父母。这一声爸妈喊出口，他接下来的决定恐怕要让这个家彻底变样了。
庆宇临走前突然对父母说了声谢谢，还为自己以前没出息的样子道了歉。这一通煽情，把老两口弄得半天没回过神。父亲嘴上说着这孩子太肉麻，心里其实比谁都欣慰。虽然母亲还在担心儿子的安全，但是到如今也只能选择相信政府的培训了。此时的注册中心早就挤满了人。庆宇看着手机里的死亡名单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这么多人为了虚无缥缈的幻想丢了命，现实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终于轮到他提交申请表了。看着眼前这望不到头的长队，庆宇忍不住打听了一句：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到这个玩家资格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能不能开启新的人生。1000多个人排队，最后竟然只选50个，这概率简直是在开玩笑。庆宇看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。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如果连这种小场面都搞不定，那他以前那个5弟的名号干脆直接扔掉算了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咖啡厅里，评委昌硕正翻看着候选人资料，他显然对这个选拔标准很不满。在他看来，这么多人里才挑出50个，根本就是在浪费人才，真正的狠角色恐怕还没露面呢。昌硕还在抱怨那帮老家伙碍事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整面墙就被暴力拆迁了，尖叫声瞬间盖过了咖啡机的动静。谁能想到，在这大白天的咖啡厅里，竟然有人敢直接找他的麻烦，而且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带头的男人一脸坏笑，开口就提到了死去的兄弟，看来这笔血债今天是非要在这一并清算了。昌硕低声骂了一句疯子，他也不打算再装什么斯文人，既然对方想玩大的，那就看看谁的怪物更狠。随着一阵地动山摇，巨大的树人怪物拔地而起，这哪还是什么选拔现场，这分明是要把整条街都给拆了。庆宇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种神仙打架的倒霉事竟然偏偏让他给撞上了，而且就在他喝咖啡的地方。看着眼前这满地的废墟，还有那些长相狰狞的怪物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鬼情况？刚才还在排队讨论注册名额，转眼间2个顶尖高手就在街头开战了，这场面简直疯到了极点。他手里还拿着没放下的勺子，可眼前的局势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，这下想躲恐怕都来不及了。这下彻底乱套了，原本平静的场面一下子变得杀气腾腾。人群里有人认出了那个男人，他就是传闻中专门扫荡帮派的狠角色昌硕。庆宇还没反应过来，另一个男人竟然带着巨大的召唤兽，直接把这里当成了战场。昌硕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这帮人根本不讲规矩，竟然把召唤兽当成打兽来用。他大声指挥众人，这是紧急情况，所有人立刻张开护盾，真正的冲突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庆宇低声叫住兰巴，示意他现在千万别吱声，毕竟2人之前拉过钩，绝对不能在外面暴露身份。另一边，男人正一脸阴险的挑衅，嘲笑对方是什么正义使者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巨大的召唤兽挥舞着重斧，直接砸向地面，这阵仗是要把对手彻底撕碎。庆宇躲在掩体后面，看着眼前的混战，他可不想现在就去惹麻烦，先看看这帮人的底细，再动手也不迟。漫天的火球呼啸而过，整个现场瞬间炸开了锅，巨大的爆炸声几乎要震碎耳膜。可烟雾散去之后，那个红色的怪物竟然毫发无伤。男人站在后面放声大笑，压根没把这种程度的攻击放在眼里。他嚣张的挑衅，问对方是不是就这点本事。昌硕死死盯着前方，眼前的局面已经彻底失控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对方的实力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。这下是真的踢到硬石头了。兰巴趴在庆宇头上，一边揪着他的头发，一边吐槽对手简直是个垃圾。可现在的局势一点都不好笑，围观的人都在小声嘀咕，看样子昌硕已经快没戏了，再这么打下去肯定要输。庆宇看着眼前的惨状，心里越来越不安。这帮疯子要是打红了眼，压根不会管平民的死活。他现在纠结的要命，要是这时候出手救人，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就彻底毁了。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巨大的斧头带起火光，已经劈到了头顶。昌硕赶紧拦住庆宇，让他别往前凑，说前面太危险了。可庆宇却发现火焰龟的攻击时机完全不对，他提醒昌硕仔细看那个兽人身后的辅助怪，原来对方一直在刷火属性抗性，难怪刚才的攻击压根没效果。每次兽人身体变红，其实都是在套盾。昌硕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确实看走眼了。既然看穿了对方的把戏，庆宇眼神一冷，直接下达了反击指令，就是现在，抓准时机，彻底爆发吧！这一击简直神了。昌硕看着眼前的火光，兴奋的大喊，居然真的成功了。男人这下彻底傻眼了，他一边狼狈躲避，一边在心里疯狂琢磨，这小子到底是怎么看穿的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巨大的冲击力横扫全场，整个地面都被掀翻了。看着眼前这股风劲，男人知道自己已经没退路了。火焰怪物再次张开大嘴，最后一波攻势排山倒海，这回他是真的要玩完了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男人，这下彻底怂了。他扯着嗓子大喊投降，甚至说要自首认错。可昌硕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一步步逼近，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闭嘴。男人被藤蔓死死缠住，还在拼命求饶。昌硕却像是在看一个死人，提醒他帮派成员的下场只有当场处决。随着昌硕轻轻打个响指，惨叫声戛然而止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恶魔就这么领了盒饭。看着远处飞溅的血迹，庆宇沉默不语。这场闹剧总算是彻底结束了。
现场一下子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疯狂欢呼，庆祝昌硕议员赢了这场战斗，甚至有人觉得刚才那种处决场面简直是大快人心。庆宇看着这群狂热的人，心里却觉得有点发凉，哪怕对方是罪犯，可看着一个生命在眼前消失，大家竟然能笑得这么开心。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彻底变天了，不再是他以前认识的那个样子，如果不拿出点觉悟，恐怕很难在这里生存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昌硕主动走了过来，客气地跟他打招呼，感谢他刚才出手相助。昌硕自我介绍说他是玩家总部的一员，多亏了庆宇，他们才能顺利抓住那个恐怖分子。庆宇客套地回了一句没什么，两人就这样握了手。但这看似简单的握手，背后的局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昌硕一边握手一边打听底细，问庆宇到底是哪个工会的，想借着给奖励的名义套话。结果庆宇一开口，昌硕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小子实力这么强，竟然连总部都没注册过。他心里直犯嘀咕，一个能瞬间看穿高级增益的人，怎么可能还是个黑户？表面上昌硕还是客客气气的，核实完身份证后，让庆宇先回去等消息。庆宇倒是没想那么多，打个招呼就带着蓝巴离开了。可他前脚刚走，昌硕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他盯着庆宇的背影，眼神里全是怀疑，随后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。看来庆宇的身份已经引起了这位议员的怀疑。昌硕果然没打算放过他，电话一接通就让人去查庆宇的底细，看来他已经被这位议员盯上了。而此时的庆宇正带着蓝巴走在街上，他随手买了个奶油面包，递给了头顶的小家伙。刚才在人多的地方，蓝巴一直憋着不能说话，这下看到吃的，整个人兴奋的都要飞起来了。庆宇看着蓝巴那副吃货样，忍不住吐槽他心真大，一个面包就能收满，比那些整天跟召唤兽吵架的玩家可省心多了。不过看着蓝巴开心的样子，庆宇心里却闪过一丝不安。虽然他并不想卷入麻烦，但直觉告诉他，平静的日子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。看着刚才战斗的画面，庆宇心里很清楚，要不是他及时出手，那帮人今天一个也活不了。这个世界的残酷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他坐在长椅上叹了口气，意识到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，光靠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法在乱世里站稳脚跟，必须马上开始狩猎。他心里已经有了盘算，当务之急是收集召唤卷轴，把接下来的几个强力帮手搞到手，尤其是那个教官和龙法师，那是他接下来的头等大事。虽然这些目标等级不算太高，但只要有低级卷轴就有机会，只要把这几位召唤出来，他的战力就能翻倍。看着旁边还在打滚的蓝巴，庆宇拍拍衣服站了起来，既然决定了，那就没必要再耽误时间。他招呼蓝巴赶紧跟上，真正的狩猎现在才要正式开始。既然已经定好了目标，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你说什么？昌硕简直不敢相信，庆宇竟然因为车祸在医院整整躺了3年，难怪他一直没登记，原来是个消失3年的黑户。3年前刚好是世界大乱，到处都是意外，这理由倒也说得通。可接下来的消息让他彻底坐不住了，这小子刚出院，竟然就跑去申请当玩家。看着手里的登记表，昌硕愣在原地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昌硕挂断电话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这个月的考官他要亲自上阵。刚从3年的昏迷中醒来，就能立刻适应现在的世界，甚至直接申请登记，这适应力强的有点离谱。庆宇这个名字，昌硕记住了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小子绝对是个100年难遇的顶级天才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早就猜到人会很多，但庆宇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。放眼望去，全是竞争者，全都是为了成为玩家才挤在这个狭窄的训练场里，想从这么多人里杀出重围，难度确实不小。不过庆宇反而放松地坐了下来，论对游戏的了解，这地方恐怕没人比他更专业。就在这时，考场前方传来了声音：“大家都到齐了吗？”庆宇眼神一亮，真正的考验终于要开始了。昌硕笑着打招呼说：“这就是缘分。”庆宇还没从惊讶中缓过来，昌硕已经进入了状态，开始私下给他开小灶。这种题型比试经常出，尤其是关于召唤兽的组合。昌硕讲得正起劲，庆宇却突然定住了，趴在他头上的蓝巴好像有点不对劲，这小家伙到底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庆宇看着讲台上的攻略，越看越觉得眼熟，这不就是他很久以前在网上分享过的组合吗？居然被拿来当教材了。昌硕看出了庆宇的无奈，笑了笑，随后语气突然变得严肃：“在谈奖励的事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确认一下。庆宇，你以前是不是玩过那款叫《召唤师之战》的游戏？”庆宇愣了一下，没明白昌硕的意思。昌硕低声解释：“现在现实中70%的顶级高手，曾经全都是那款游戏的玩家。这个秘密一旦揭开，整个世界的规则恐怕都要重写了。”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庆宇只能承认自己确实玩过那款游戏。昌硕紧接着追问：“那你到底玩了多久？”庆宇心里咯噔一下，那游戏早就凉透了，要是实话实说玩了10年，身份肯定的暴露。他随口编了个数字，大概1年吧。谁知昌硕听完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死死抓着庆宇的手不放。庆宇这下彻底懵了，难道1年也说多了？他哪知道那些所谓的顶级高手，最多也就坚持了半年，能在那个废弃游戏里待上1整年，在别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怪物。昌硕清了清嗓子，说总部准备了2种奖励，让庆宇自己选一个。第一个选项，昌硕可以动用特权，直接帮庆宇注册身份，甚至还能让他免试入职总部。这可是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大公司。昌硕一脸自信，觉得这根本不需要考虑。至于第二个选项，就是500万韩元的现金。昌硕还在心里盘算，庆宇肯定会选第一个，毕竟前途比钱重要多了。结果庆宇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直接开口：“我要钱。”
昌硕当场石化，这剧本怎么跟想的不一样？昌硕还在劝说注册身份要花很长时间，但庆宇根本不在乎。他推开椅子起身，语气非常果断：注册的事他能自己搞定，至于进总部工作，他压根就没兴趣。对他来说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职场，不如赶紧去寻找新的召唤兽。画面一转，庆宇已经来到了副本入口，这里就是接下来的考场。引导员确认了他的身份，随后指着身后的传送门，宣布了这次实战的规则。这次要挑战的是周2副本，而且是一场竞速赛，通关速度越快，评分就越高。庆宇看着眼前的传送门，真正的考验现在才要开始。看着庆宇走进副本的背影，昌硕还是想不通，这么好的待遇，他为什么要拒绝？而且昌硕隐约感觉到庆宇身上藏着的秘密，恐怕比他预想的还要深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研究员彻底疯了，他死死盯着手里的资料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太离谱了。在他看来，庆宇对符文和召唤兽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，甚至让他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个井底之蛙。研究员越说越兴奋，直言韩国终于出了个绝世天才，只要不出意外，这家伙绝对能冲进全球排行榜。昌硕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知道庆宇很强，但强到这种地步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昌硕现在后悔的不行，那些眼高于顶的研究员居然对庆宇评价这么高，早知道就该开出更诱人的待遇。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随着引导员一声令下，副本的大门正式开启。庆宇带着蓝巴和召唤兽大步跨进了传送阵，对他来说，这不过是另一场狩猎的开始。伴随着一阵强光，他们瞬间被传送到副本深处，四周的气氛立刻变得压抑起来。系统面板弹出警告，这地方到处都是剧毒史莱姆，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杀出去。看着满地蠕动的紫色怪物，庆宇不仅没退缩，反而露出了志在必得的表情。庆宇大喊一声蓝巴，小精灵心领神会，立刻挥动法杖施展魔法，绿色的光芒瞬间笼罩全场。得到强化的召唤兽发出一声怒吼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这下战斗力直接拉满了。不过这个周2副本可没那么简单，整个地形就像个巨大的迷宫，到处都是游荡的史莱姆，新手进来很容易就会转晕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耗尽。但庆宇看着眼前的死胡同，嘴角却微微上扬，这种程度的迷宫对他这个老手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他告诉蓝巴和召唤兽，这些史莱姆动作太慢，根本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，直接全速往前冲就行。庆宇已经刷过无数次这个副本，闭着眼都能找到路。他指着前方一个不起眼的入口，真正的终点就在那边。庆宇决定抄近路，只要穿过这片区域，就能直接到达终点。可还没等他站稳脚跟，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彻四周，系统面板疯狂弹出红色警告 ，BOSS 怪兽正式登场。庆宇笑着打了个招呼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碰面。眼前这个大家伙就是传闻中的巨型史莱姆。既然正主已经现身，他也没打算留活口，直接下令全军出击。这一拳下去，就是要彻底分出胜负。蓝巴的辅助能力确实离谱，连这种普通的巨猿都能瞬间变成疯狂的杀戮机器。这密不透风的拳头根本没打算给对手留活路。庆宇甚至还没怎么出力，战斗就已经结束了。看着系统弹出的通关提示，他反而有点不满意，5分钟才搞定，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庆宇还在嫌弃通关太慢，结果系统提示音直接刷屏了。他不仅解锁了隐藏成就，甚至还顺手打破了全国纪录。看着满屏的极品奖励，连他自己都愣住了，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。与此同时，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彻底炸锅了，5分32秒，这个成绩简直是在开玩笑。所有人都在疯了一样寻找，到底是哪尊大神把记录给刷爆了。庆宇这个名字在监控室里彻底传开了，工作人员查遍了资料，发现他竟然连排名都没有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居然刷掉了全服第1的记录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消息传到高层会议室，大佬们也坐不住了，这种级别的天才简直就是捡到了宝贝。昌硕当场拍板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把庆宇拉拢过来。这下全城的势力都要开始抢人了。为了留住庆宇这种顶级天才，昌硕决定直接开绿灯，跳过所有繁琐的测试，立刻让他成为正式玩家。有人觉得这不合规矩，但看看现在的排名榜单就明白了。国内第1的江建浩记录是6分41秒，而世界第1的瑞秋更是把时间压缩到了2分多钟。在这种级别的怪物面前，常规的测试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庆宇现在的成绩已经彻底刷新了国内的认知，这种级别的天才必须享受最顶级的特殊待遇，因为他要挑战的已经不再是国内的这些对手了。庆宇走在街上，还在凡尔赛，他觉得5分钟这种记录简直慢得让人提不起劲。难道国内的水平就这？还没等他吐槽完，昌硕就冲了过来，那架势简直像见到了偶像，一边狂奔一边大喊庆宇的名字。对方拉着他一顿猛夸，说他一次性刷爆全国纪录，简直是前无古人的神迹。毕竟那个迷宫可是出了名的难缠。庆宇只能尴尬的陪着笑，其实他心里想的是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就像夸奖一条鱼会游泳一样，这难道不是基本操作吗？就在这时，昌硕掏出了一样东西，庆宇梦寐以求的身份卡终于要到手了。庆宇手里这张玩家执照可是协会特批的顶级货，昌硕说得很明白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已经不需要任何测试来证明自己了。庆宇正觉得这东西挺好使，对方却突然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打听他破纪录的秘诀。这下可把庆宇给问住了。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，如果把通关的方法公之于众，国内的战力确实能原地起飞，自己说不定也能换来数不完的钱。
但凡事都有代价，万一消息走漏出去，他很可能会被各路势力盯上，甚至被抓走关起来，逼他说出所有的秘密。这种麻烦事可不是一张执照就能解决的，到底该不该开口呢？庆宇直接把话挑明了，打听别人的通关攻略，这在玩家圈子里可是大忌，这种行为简直太没礼貌了。昌硕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只能赶紧低头道歉。他也知道攻略就是玩家保命的底牌，这种事确实不该随便乱问。但他紧接着叹了口气，说国内现在为了寻找顶级天才，已经快要急疯了，哪怕只有一点希望，他都想厚着脸皮试一试。庆宇看着对方诚恳的样子，心里倒也没那么生气了，毕竟这人办事确实利索，答应给的报酬1分都没少。看来这个大胡子虽然有点冒失，但本性并不坏，而且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，接下来的合作或许会变得有意思起来。庆宇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既然对方这么急着要人才，那他干脆借力使力，利用协会的资源让自己快速升级，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。他主动叫住了昌硕，提议换个安静的地方细聊，毕竟接下来的话可不适合在马路上说。两人来到一家咖啡厅坐下，昌硕也是个爽快人，一开口就直接聊当地求助，说协会总部现在非常需要庆宇。还没等庆宇开口开条件，昌硕却突然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说他知道庆宇在医院里整整躺了3年。庆宇的眼神瞬间就变了，看来对方在见面之前已经把他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。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，对方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？昌硕赶紧开口道歉，解释说调查庆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毕竟一个没登记的高手，万一是黑帮成员就麻烦了。庆宇可不吃这一套，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既然现在已经注册了，以后就别再查他，这种事下不为例。昌硕只能连声答应，他心里暗暗吃惊，平时只要搬出国家的名头，谁都会客客气气的，可庆宇完全没被吓住，他太清楚自己的身价了。庆宇慢悠悠地喝了口咖啡，直接把话挑明了，帮国家做事，他到底能捞到什么好处？昌硕愣了一下，随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他说自己在总部其实是个大佬，只要他肯配合，庆宇以后在圈子里就能横着走。看来这场谈判现在才算真正进入正题。昌硕心里算盘打得响，只要庆宇能出成绩，他就能拿到更多选票，在协会里爬得更高。庆宇一眼就看穿了对方，这哪是什么领导，分明就是个老练的政客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仕途。昌硕还在那画大饼，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在他的职权范围内，能帮的一定帮到底。庆宇听得只想笑，这种空头支票太虚了，对方毕竟是个公职人员，想动大钱肯定没那么容易。这奖励听着真没啥油水。他干脆敲了敲桌子，直接打断了对方的施法，提议先是1个月。昌硕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庆宇已经想好了下一步。既然自己才刚注册，那就先花1个月时间发育，等实力够了，再回过头来谈条件。这下主动权全回到了庆宇手里。庆宇直接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1个月要是合作的不顺心，他会把拿到的好处全退回去，或者拿等价的消息来抵债。总之谁也不欠谁的。昌硕听完差点没忍住，这年轻人真是够狂的。虽然这要求听着挺离谱，但昌硕也是个老江湖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能留在庆宇身边，以后能捞到的好处绝对超乎想象。他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伸手表示成交。既然这年轻人有这份自信，那他就陪着赌一把。两人的手握在一起，这场各怀鬼胎的合作总算是正式开始了。庆宇开门见山，这次破纪录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，毕竟树大招风，他可不想这么快就被人盯上。昌硕刚想打包票说协会能保护他，结果直接被庆宇打断。在他看来，连个小帮派都搞不定的协会根本不值得信任。昌硕只能妥协，答应会尽力封锁消息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庆宇心里清楚，只要能拖延一段时间，对他来说就足够了。谈话结束，庆宇礼貌告辞。既然已经让对方闭了嘴，那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领赏了。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打开系统面板，想看看这所谓的手通奖励到底有多少含金量。结果这一看，连他自己都愣住了，3张高级召唤卷轴，外加一堆强化材料，这波奖励简直离谱，不愧是全服唯一的成就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估计全城的玩家都要眼红。庆宇心里很清楚，有了这些东西，他的计划总算可以正式提速了。看着手里的3张卷轴，庆宇陷入了纠结，直接抽奖风险太大，万一运气不好，这奖励可就打水漂了。与其拿去赌命，不如换成现钱更稳妥。他突然想起昌硕之前帮他装过一个叫玩家网的内部应用，据说那是专门给注册玩家用来私下交易的平台，几乎所有的极品装备都会在那里流通。庆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点开了交易行情，想看看这些卷轴到底能值几个钱。结果屏幕上的数字让他彻底愣在原地，一张高级召唤卷轴竟然标价300万，这哪是卷轴，这简直就是金砖。庆宇这下终于明白自己到底撞了多大的运，5分钟赚了900万，这赚钱速度简直疯了。庆宇看着手机屏幕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他脑子里全是父母和妹妹雅珍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，全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冷静下来后，庆宇开始盘算，既然高级卷轴这么值钱，不如先卖掉换成现金，然后再去大量收购那些便宜的低级卷轴，利用数量优势来填补战力上的空缺。可当他翻开低级市场，眉头却皱了起来，这种随处可见的垃圾竟然也要5000块一张，
而且卖家多得离谱，价格却死活压不下来。庆宇敏锐地感觉到这背后的水恐怕比他想的还要深。为了弄清市场的猫腻，庆宇拨通了妹妹的电话，打算动用她的秘密武器雅珍。雅珍正窝在沙发上，接到哥哥的电话，还有点纳闷。听完庆宇的疑问，他笑着给出了答案。原来低级卷轴价格坚挺，是因为协会总部在搞保底收购，美其名曰是支持高阶玩家，其实就是用公款在托市。只要卷轴跌到5000块，总部就会有多少收多少，所以卖家根本不愁卖，价格自然也就压不下来。庆宇刚想感叹这买卖稳赚不赔，雅珍却突然压低了声音，说这个保底政策恐怕马上就要被取消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庆宇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意识到这个市场马上就要变天了。既然总部那边堆了满地的低级卷轴没处放，那这些在外人眼里的垃圾，对他来说可全是宝贝。庆宇挂掉电话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既然市场要变天，那他就来个反向操作。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协会，昌硕一见到他，笑得嘴都要咧到耳根了，还以为这尊大佛是想他了。庆宇没心思开玩笑，直接开门见山，说自己这次过来是想搞点低级召唤卷轴。这话一出，昌硕的笑容直接僵住，放着高级货不要，专门跑来要垃圾，这要求简直闻所未闻。昌硕试探着问：“你到底想要多少？”庆宇头也不抬，直接甩出4个字：“越多越好。”这胃口把昌硕吓了一跳。总部每天能收5万张这种垃圾，白送给庆宇倒也没什么，但他担心庆宇是想去倒卖。庆宇冷笑一声，说：“这些东西在外面根本卖不动，他拿走纯粹是留着自用。”昌硕盯着庆宇，心里很清楚，这小子绝对不是一般的玩家，专门收集垃圾卷轴，肯定憋着什么大招。老狐狸眼珠一转，伸出一根手指，说：“东西可以白给，但他有一个条件，他想要庆宇手里那个能让他这种大人物都觉得有价值的内幕情报。”昌硕把话挑明了，这些卷轴都是公款买的，要是平白无故送人，他这位置可就坐不稳了，所以他必须拿情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只要庆宇的情报够分量，低级卷轴要多少有多少。庆宇听完反而笑了，他最喜欢这种明码标价，既然对方想要干货，那他就直接抛个重磅炸弹。他告诉昌硕，系统里有个叫缩短成就的机制，只要能拿到国内第1名，每次通关都能领3张高级卷轴。最关键的是，只要有人能不断打破记录，这个奖励就能反复领取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刷高级货的漏洞。庆宇接着抛出杀手锏，只要玩家们商量好，每次只比前1名快1秒，就能像接力赛一样把系统的奖励全部薅光。昌硕听得直点头，这种卡秒刷奖励的操作，他们这些老江湖其实也干过，只要操作得当，确实能让整体实力翻倍。庆宇见火后，差不多了，直接亮出底牌，他要公开的情报就是周2副本的通关秘籍。昌硕兴奋地一拍大腿，觉得庆宇肯定是靠这招才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，这情报简直就是无价之宝。庆宇却一脸淡定地否认，说这都是5弟研究出来的，他可不敢居功，反正说实话也没人信，他其实早就把迷宫背下来了。昌硕还在感叹，要是真能3分钟通关，那这攻略简直无敌了。庆宇却突然打断他，直接伸出一个巴掌，开始谈正事。除了之前说好的低级卷轴，他还要额外加码，再要50张高级召唤卷轴。昌硕一听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50张高级货，少说也得值1个多亿。庆宇却表现得很淡定，说这价格其实已经很便宜了，毕竟这套方法在高级副本也通用，能拿到的奖励起码价值几十亿。昌硕沉默了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稳赚不赔，他最后咬咬牙，点头答应了这笔交易。昌硕当场拍板，只要确认情报没问题，那1个多亿的现金他马上就能安排打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额外送个大礼包，以后每天都会给庆宇提供1万张低级召唤卷轴。庆宇听完微微一笑，这条件确实很有诚意。夕阳西下，昌硕突然把所有人召集起来，大家心里都犯嘀咕，这大晚上的到底要干什么？昌硕笑着说，这次叫大家来是想亲自测试一个新玩意。有人立刻反应过来，昌硕从来不搞小动作，这次的实验绝对不简单。昌硕提到了最近那个打破副本记录的新人白庆宇，原来昌硕从海外搞到了一套顶级攻略，而且已经在白庆宇身上看到了惊人的效果。这消息一出，全场都坐不住了，难怪要封锁消息，这回是真的要变天了。昌硕终于摊牌了，他当众宣布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要彻底碾压周2副本。所有人都在等那个杀手锏，结果昌硕手一挥，召唤出了一只浑身冒蓝光的巨蜥，大家当场就看傻了。谁能想到通关副本的关键竟然是这么个小家伙？别看他长得奇怪，这可是成年人大小的圆鼻巨蜥，真正的反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看面板数据，这家伙能抗能打，简直是完美的 B 级召唤兽。可庆宇实际一上手，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小东西不仅难养，战斗表现更是模糊不清，在玩家眼里就是个烂大街的废柴。庆宇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这回真是看走眼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致命信息，这种巨蜥最喜欢的食物竟然是巨型史莱姆。只要把它放进满是史莱姆的副本，这哪里是废柴，这简直是开了挂的清场机器，记录刷爆了。谁能想到，原本要打半天的副本，现在不到4分钟就通关了。大家兴奋地大喊，昌硕这次真是找对了宝贝，这只巨蜥简直就是摇钱树，不仅效率高的离谱，还帮公司省下了一大笔药剂钱。看着被抛向空中的巨蜥，昌硕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这波投资简直赚翻了。
没过几天，这事儿直接冲上了新闻头条，全城都在讨论周二副本的记录为什么会被连续刷新。所有人都想知道昌硕手里到底握着什么秘密武器。这下彻底实锤了。昌硕看着屏幕上的数据，确信庆宇绝不是普通的新人，他的价值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既然挖到了宝，那就要玩票大的。昌硕当场拍板，要为庆宇成立一个专门小组。他从一堆简历里精挑细选出了3个人，这3位精英将成为庆宇最强力的后盾。看来为了拉拢庆宇，昌硕这次是真的要下血本了。看着手机里的银行余额，庆宇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整整1亿6千万。那个络腮胡昌硕出手也太阔绰了。蓝巴在旁边眼睛都看直了，这笔钱能买多少奶油面包啊？除了这笔巨款，庆宇手里还有1万张召唤卷轴，这可是总部早上刚送来的顶级资源。既然拿了人家的好处，那就要把活儿干得漂亮。庆宇拧开水瓶，笑着问蓝巴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蓝巴大声回应：“真正的表演现在就要开始了。”为了让庆宇能抽到极品，蓝巴甚至搞起了玄学仪式。他对着各路神仙疯狂祈祷，就差把诚意写在脸上了。庆宇也是信心满满，觉得这次肯定能出货。他直接开启了疯狂抽卡模式，准备迎接属于自己的最强军团。结果1个小时过去，庆宇直接累瘫在地上，他整整撕了3600张卷轴，手都快要断了。可看看周围这些小东西，全是些没战斗力的小兔子和小史莱姆，这哪是什么最强军团，简直就是开了一家宠物店。看来这波玄学祈祷是彻底翻车了。庆宇还在那抱怨，撕了这么多卷轴，怎么全是些 F 级的垃圾货色？蓝巴直接飞过去戳他的脸，吐槽他简直是想得太美。顶级召唤兽要是这么好出，那还叫什么稀有货？蓝巴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召唤系统里，召唤兽的总数只有人类的10%，也就是说80亿人里只有8亿个名额。而庆宇刚才抽到的那些脚毛虫，可能就已经占满了这8亿个坑位。换句话说，他手里的全是烂大街的次品。这下庆宇彻底没话说了。原来在这个世界，运气才是最奢侈的东西。蓝巴接下来的话让庆宇直接傻眼了。原来那些顶级的 EX 级召唤兽，在这个世界上全都是独苗，每一个都只有唯一的一个个体。庆宇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，成千上万种召唤兽，每种都有整整8亿只，想从这几万亿个坑位里精准抽中那唯一的一个目标，这概率简直低到离谱，简直比连续中彩票还要难。庆宇蹲在地上，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戏了。蓝巴赶紧过来安慰他，说这个系统的奖池有个特殊机制，召唤兽一旦被抽出来，除非被主人卖掉，否则绝对不会再回到池子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把那8亿只脚毛虫抽干净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抽到这种垃圾了。这变相的保底机制，总算给庆宇留了一丝希望。但这大海捞针的过程，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。面对这1/1000的概率，庆宇心里也开始打鼓。他在想，是不是该换个思路，去开那些终极卷轴试试？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。终极卷轴不仅价格贵得离谱，而且市场上根本没多少货，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。虽然概率低到让人绝望，但现在除了死磕到底，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庆宇深吸一口气，再次发力撕开手中的卷轴。他在心里疯狂祈祷，哪怕只有1次也好，一定要出货。蓝巴也在一旁大声应援。这孤注一掷的一抽，到底能不能改写飞球的命运？整整2个星期，撕了14万张召唤卷轴，这强度简直是要了老命。庆宇现在只想躺平，毕竟为了合成这些召唤物，他连家都不敢回，只能躲在外面租房死磕，总不能一辈子靠父母养活。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跪着也要走完。就在他犹豫今天还要不要继续时，旁边的蓝巴突然惊醒，满脑子竟然还是他的奶油面包。这世界确实是变天了，以前赫赫有名的豪华酒店，现在居然改成了合成中心，到处都是想靠合成翻身的人。庆宇在大厅等了半天，总算拿到了125号，这地方的火爆程度简直超乎想象。蓝巴在一旁紧张的不行，一直念叨着千万不能出错，毕竟这种事一步走错可能就全盘皆输。庆宇倒是挺淡定，答应的干脆利落。正好屏幕上跳出了他的号码，走吧，是时候看看这次能合出个什么宝贝了。终于进场了，庆宇站在巨大的合成阵前，能不能成就看这下了。蓝巴倒是兴致勃勃，直接飞进阵中心当主材料。庆宇深吸一口气，反手就把攒了半天的祭品全投了进去。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提示：火蜥蜴、蓝蝙蝠、毒哥布林，这些低级怪物排着队消失，全成了蓝巴进化的养料。看着这烧钱一样的阵仗，庆宇自己都忍不住苦笑，这祭品数量确实是有点离谱了。随着他按下确认键，真正的强化现在才正式开始。伴随着一阵强光，合成终于大功告成，蓝巴的等级直接飙到了21级，智力属性也跟着涨了不少。看着蓝巴在那兴奋的显摆，庆宇表面上在鼓掌应援，心里却在疯狂滴血。整整14万张卷轴啊，居然才升到21级！要知道满级可是100级，照这个进度干下去，这辈子怕是都要交代在上面了。转眼过了几天，镜头切到了一座写字楼里，键盘敲得飞起，看来这合成背后的打工生活也并不轻松。昌硕还在旁边打趣，问秉正今天工作是不是特别顺手。办公室里，昌硕正对着文件乐不可支，他甚至专门组建了人才管理团队，打算把接下来的所有资源全都砸在庆宇一个人身上。他随口问了一句：秉正，庆宇最近在忙什么呢？秉正支支吾吾的回答，他好像还在开那些召唤卷轴，今天又开了不少，
昌硕听得一头雾水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秉镇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庆宇想把刚到手的 1.5 亿奖金全部用来收购低级卷轴，而且他还要求价格必须比市场价更便宜。这下连昌硕都坐不住了，放着高级资源不要，偏偏死磕这些卖不出去的垃圾货，甚至还要疯狂追加投资。昌硕盯着手中的报告，心里很清楚，这小子绝对不是在胡闹。昌硕语出惊人，直接下令把卷轴半价卖给庆宇。秉镇听完人都傻了，这种明摆着送钱的特殊优待，万一被上面发现，那可是要出大问题的。昌硕却一点都不慌，他示意秉镇放宽心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庆宇可不是普通的觉醒者，而是一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。他甚至已经开始脑补，等庆宇以后成了拯救国家的英雄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是他在这位英雄最困难的时候，顶着压力给出了最大的支持。到时候他的名声和地位还不是手到擒来，这哪是在做慈善，这分明是一场稳赚不赔的长线投资。他敲了敲桌子，语气不容置疑，现在只管按我说的去办，而且他还有更深层的打算。昌硕特意交代，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，除了在场的几个人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半点风声。另一边，庆宇和蓝巴已经彻底沦为了拆包机器，1500多张卷轴拆了一层又一层，简直没完没了。蓝巴累得都快罢工了，忍不住问到底还要干多久。庆宇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，干到死为止。就在两人拆到昏天黑地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，一个陌生的女人出现在公园里。她笑着打了个招呼，自我介绍说叫柳智雅，是总部派来的。看这架势，昌硕承诺的支援已经到位了，只是这位总部的精英看到满地的卷轴碎片，又会是什么反应？庆宇见到总部派来的柳智雅，心里还有点打鼓。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，上次说要买卷轴的事，价格方面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他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去砍价，没想到柳智雅微微一笑，直接抛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考虑到他最近立下的功劳，总部决定破例给他打个5折，半价买卷轴已经够离谱了。可柳智雅接下来的话，更是让庆宇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除了半价优惠，总部还要额外拨给他1亿，作为人才管理的专项资金，这哪是买卖，这分明是总部在变着法子给他送钱。庆宇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这种好事居然真的能砸到自己头上。柳智雅神秘地竖起手指，提醒他这可是特殊待遇，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看来这笔巨款注定要成为他翻身的秘密武器。柳智雅临走前特意叮嘱，总部之所以给出这么大的优待，全都是看在庆宇的面子上，希望庆宇能明白这份人情的分量。看着柳智雅离去的背影，庆宇心里很清楚，1元这是把宝全压在自己身上了。既然拿了人家的钱，就必须得拿出点像样的成绩来回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今天非要抽个 EX 级的奖励出来不可。于是新一轮的拆包大战再次爆发，从白天一直撕到黑夜，公园里全是卷轴碎裂的声音。庆宇像是着了魔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可怜的蓝巴哪受过这种罪，他最后直接累瘫在卷轴堆里，连翅膀都扇不动了，嘴里还嘟囔着到底要干到什么时候。这哪里是在抽奖，这分明是在玩命啊！庆宇现在已经彻底杀红了眼，发誓不抽到神级卡片绝不罢休。可怜的蓝巴被撕纸的声音折磨得够呛，直呼自己快要神经衰弱了。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，系统提示音响个不停，全是些白蛇、甲虫之类的 F 级废卡。看着满地的垃圾召唤兽，庆宇只能咬着牙继续硬刚。就在这边飞气冲天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庆宇也在祈祷，他手里紧紧攥着最后一张卷轴，嘴里念叨着一定要出货。随着刺啦一声脆响，原本昏暗的房间瞬间被金光吞没，这动静简直跟蓝巴出事时一模一样。庆宇整个人都看呆了，谁能想到一张最普通的低级卷轴竟然真的逆天改命，直接爆出了 EX 级的爆裂龙魔导士，真的出惊了。看着眼前散发着恐怖气息的 EX 级角色，庆宇和蓝巴兴奋的嗓子都喊哑了，蓝巴更是激动的疯狂拍打庆宇，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神级召唤兽。庆宇感慨万千，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死而无憾了。可还没等蓝巴高兴太久，他却突然收起了笑容，眼神变得异常犀利。他告诉蓝巴，现在还远远不是庆祝的时候。根据他多年的经验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掉落时刻，也就是手气最旺的黄金期。蓝巴听得一头雾水，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玄学。可庆宇根本不废话，趁着这股欧气还没散去，反手又撕开了一张低级卷轴。他坚信只要出了一个好货，后面肯定还跟着一串大奖。随着卷轴再次被暴力扯碎，金色的光芒竟然又一次填满了屏幕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庆宇竟然又拿到了一个 EX 级角色。看着这接二连三的奇迹，蓝巴彻底怀疑人生了。原来这玄学掉落竟然是真的。等了这么久，庆宇终于彻底爆发了，他声嘶力竭地呐喊着，这一刻所有的压抑和等待都值了。他终于亲手改写了命运，成功拿下了梦寐以求的大奖。看着眼前出现的2道身影，全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 EX 级战力，爆裂龙魔导士和教官同时现身，这种级别的豪华阵容简直就是不给对手留活路。教官一脸懵，还没搞清楚自己在哪，所有人也都觉得他只是个战斗力垫底的凑数货。但庆宇心里很清楚，这家伙真正的杀手锏根本不在于他自己能不能打，而在于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训练疯子。只要开启教官模式，不管是星星
还是小精灵，通通都得给我练到断气。这哪里是招了个保镖，这简直是招了个魔鬼教官。只要有他在，庆宇手下的战力马上就要迎来翻天覆地的暴涨了。看着教官展示的训练成果，蓝巴整个人都傻了。这种把萌妹变肌肉猛男的技能，简直就是他的噩梦。庆宇却兴奋的不行，这哪是普通的教官，这简直是全队的超级增益器。只要有他在，手下的召唤兽全都能脱胎换骨。庆宇走上前打了个招呼，教官先是一愣，随后猛地反应过来，这个熟悉的称呼，难道眼前的人就是传说中的庆神？庆宇笑着承认了身份，刚才还一脸严肃的教官，二话不说直接单膝跪地，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激动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被封印了这么久，竟然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主公，这下局面彻底稳了。曾经的顶级战力，终于要在这个世界重新集结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看起来呆萌的红发妹子，竟然也认出了庆宇的身份，甚至激动的直接开口说话了。在别人眼里，他只是个垫底的地级法师，但在庆宇的系统面板上，他的真实等级竟然是被封印的 EX 级。虽然平时看着像个魔法学渣，但他体内其实沉睡着远古巨龙。只要教官在场，就能彻底唤醒他的本命技能吞噬。只要击败强力敌人，他的伤害就能永久提升。这种无限成长的逆天属性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核武库。全服只有庆宇一个人知道该怎么正确使用这张王牌。看着他那副崇拜的样子，庆宇心里很清楚，属于他的无敌军团，这下真的要成型了。暴龙法师这热情的表白，让庆宇一时间都有点接不住话，只能尴尬的咳嗽2声，表示自己也挺想他的。不过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，庆宇特意叮嘱这两个家伙，在外面千万别提以前的事，更不能叫他庆神，直接喊名字就行。教官倒是答应的干脆，开口就是一句遵命主公。暴龙法师也乖巧地点了点头，虽然改了称呼，但眼神里的崇拜是一点没减。忙活了大半夜，总算把这2尊大佛给安顿好了。庆宇现在只想赶紧回家，钻进被窝里好好睡一觉。这一觉睡的那是相当踏实，毕竟手里握着2张王牌，接下来的路总算不用再提心吊胆了。搞定了暴龙法师，教官又把那犀利的目光投向了躲在一旁的蓝巴，这下小精灵也跑不掉了。教官觉得蓝巴的动作太慢，必须立刻开始力量训练。蓝巴整个人都懵了，他一个靠魔法吃饭的精灵，竟然要去练肌肉。面对教官的灵魂拷问，蓝巴根本没法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结果教官反手就从厨房掏出了一个平底锅。既然是第一天课训，教官决定先来个轻量级的，要求蓝巴挥锅5000次，这强度简直是要了老命。蓝巴在绝望中拼命呼喊，希望庆宇能赶紧醒来救命。可此时的庆宇正睡得香甜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召唤兽们已经快被教官给练废了。庆宇那边还在休息，管理层这边却突然变天了，一份昌硕亲自下达的正式通知直接拍在了办公桌上。昌硕平时根本不插手这种小事，这次却指名道姓要查清楚所有低级召唤卷轴的去向，这明摆着是冲人来的。昌硕心里很清楚，这背后肯定是林熙秀议员在搞鬼，那个老狐狸一直盯着他，只要抓到一点把柄，就想把他拉下马。现在局面非常被动，如果管理处真的切断了卷轴供应，那庆宇接下来的计划就彻底断了后勤保障。眼看就要到交付卷轴的日子了，昌硕正愁得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就在这时，桌上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看到屏幕上的名字，昌硕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庆宇竟然主动联系他了。昌硕颤抖着手点开短信，本以为庆宇是来催货的，结果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。庆宇竟然说他以后再也不需要低级卷轴了。原来庆宇已经拿到了想要的筹码，现在的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低级资源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找那个叫林熙秀的混蛋算账。画面一转，庆宇已经出现在了观月山顶，他换上了一身利落的运动服，看着眼前的景象感叹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普通地下城。这里的规则和之前完全不同，系统界面直接弹出了4种模式，除了收集材料的每日副本，还有普通地下城和试炼之塔，甚至还有最恐怖的混沌魔龙。看来庆宇已经不满足于小打小闹，他要在这片真正的战场上彻底觉醒自己的力量。接下来是试炼之塔，这地方比普通副本难得多，简直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。虽然奖励丰厚的让人眼红，但死亡率也高得吓人。至于那个混沌魔龙，是需要多人协作的大型团本，不过目前还没更新，以后再慢慢研究。庆宇现在要去的是那些随机出现的普通地下城，在以前的游戏里，这些都被叫做关卡副本。手机上的组队频道已经刷爆了，所有人都在疯狂摇人，生怕人手不够进不去本。但庆宇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，就把手机收了起来。对他来说，根本不需要什么队友。庆宇独自来到地下城入口，眼前的传送门正散发着幽幽蓝光。这种地方如果放任不管，很快就会发生地下城爆发，到时候里面的怪物全都会冲出来。为了不让事态失控，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斗。不过想进去还得按规矩来。守卫拦住他，要求检查许可证。庆宇随手掏出证件递了过去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守卫仔细核对后点了点头，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验证通过，庆宇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迈步跨进了传送门。这一步踏进去，等待他的将是全新的挑战。伴随着一阵刺眼的强光，庆宇终于穿过了传送门。还没等他站稳脚跟，耳边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四周蓝色的电光疯狂闪烁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，这哪里是什么安静的洞穴，分明是一个惨烈的古战场，到处都是飞溅的火星和武器的碰撞声。
巨大的怪物手持长矛，正疯狂围攻那些穿铠甲的士兵，场面一度非常混乱。庆宇看着眼前的混战，心里已经有了数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讨伐地下城。这里的怪物等级显然比之前的杂鱼强出不少，看来接下来的这场仗没那么容易收场了。城墙下全是发了疯的半兽人，守卫们拼了命地往下倒开水，但这根本拦不住这群怪物。以前总觉得这只是个游戏，死了大不了重新开始，但现在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，庆宇终于意识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副本，而是一场会丢掉性命的真实战争。现在没时间犹豫了，必须冷静下来，做回自己最擅长的事。庆宇一声令下，全员瞬间集结，这阵仗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别看这些召唤兽等级不高，但在这种局面下，他们就是最完美的搭档。蓝巴给教官加攻速，其他人准备火力掩护。反击的时刻到了，这一波要把局势彻底扳回来。庆宇直接下达死命令，让多毛大猩猩跳过杂兵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敌方最深处的首领。这种副本的套路其实很简单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把那个大块头解决掉，剩下的全都会土崩瓦解。多毛大猩猩带着满身绿光，像陨石一样砸进敌阵，直接挡在了首领面前。真正的斩首行动现在正式开始。蓝巴的强化魔法瞬间拉满，直接给前线的教官套上了一层恐怖的绿色流光。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，强化后的教官简直就是死神下凡，在半兽人堆里横冲直撞，根本没人能挡住他1秒钟。庆宇在后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EX 级吗？战斗力跟之前相比，完全就是降维打击。看来这局比预想的要轻松，只要保持这个节奏，这群怪物一个也跑不掉。城墙上的守卫都看傻了，原本以为今天必死无疑，谁能想到这群突然出现的怪物，竟然是来救命的强力援军。多毛大猩猩在前面开路，蓝巴则在后方疯狂刷血，这治疗量简直让队友想死都难。结果蓝巴这小家伙打着打着就开始调皮，一边躲着飞来的斧头，一边还对着敌人疯狂嘲讽。庆宇在后面看得头都大了，大声吼着让他别玩了，赶紧专心干正事。就在这时，后方的法术已经蓄力完毕，暴龙法师手中的法杖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他大喊一声，真正的杀招来了！爆裂龙波瞬间炸开，滚烫的火焰在空中凝聚，竟然幻化成一条巨大的火龙，咆哮着冲向敌阵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火球，而是毁灭性的清场魔法。火龙所到之处，一切都被彻底吞噬。那些不可一世的半兽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在这股恐怖的高温中，直接被烧成了灰烬。这一击过后，战场上只剩下满地焦土。随着教官最后一记横扫，战场上再也没有站着的敌人。系统提示音准时响起，地下城彻底通关。蓝巴兴奋的直接飞起，这波配合简直完美。紧接着，升级的蓝光开始疯狂刷屏，暴龙法师和教官的等级都在这一战中飞速提升，属性点加得让人眼花缭乱。这波经验值简直赚翻了。庆宇看着眼前的结算奖励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竟然爆出了一张终极召唤卷轴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大奖。他忍不住算了一笔账，短短2分钟的时间，竟然就赚了50万，这赚钱速度简直比抢钱还快。尝到了甜头的庆宇，现在一刻也不想停下来，他已经盯上了下一个地下城，准备趁热打铁，既能让召唤兽升级，又能大把大把的捞钱，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，上哪儿去找？他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这样疯狂刷下去，逆袭人生也就是分分钟的事。镜头一转，画面来到了繁华的市中心，在这栋高耸入云的大厦顶层，气氛却显得有些压抑。昌硕正对着窗外发愁，显然是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柳智雅一脸无奈地质问，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，竟然敢下那种离谱的赌注？昌硕也是一肚子火，要不是对方先带头挑衅，他也不至于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这下好了，局面已经彻底失控，他该怎么收场？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，林希秀当众开启了嘲讽模式，他直言不讳地指责昌硕的人才组就是在浪费预算，连个像样的新人都挖不到。这还没完，林希秀接着疯狂补刀，质问昌硕培养的人里到底有没有一个能进国家队。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死穴，昌硕被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坐在对面强压起火气。林希秀甚至还一脸不屑地表示，周二地下城刷出的那个新纪录，在他眼里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昌硕在心里把对方骂了10000遍，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，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林希秀这个混蛋虽然嘴欠，但手底下的硬实力确实恐怖。毕竟人家每年都能送人进国家队，在这个实力至上的世界里，没成绩就只能低头认栽。这口气，昌硕到底能不能咽下去？昌硕终于忍无可忍，他直接拍案而起，正面硬刚林希秀。如果他挖掘的新人进了国家队，对方打算怎么收场？林希秀听完冷笑一声，既然要玩，那就干脆玩个大的。他提议当众打个赌，就看谁培养的人排名更高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争论，而是赌上了职业生涯。输的人不仅要公开认怂，还得立刻辞职，甚至还要赔偿10亿的违约金。面对这种疯狂的挑衅，昌硕没有任何退路，他当场接下了这门赌约。2个人的火药味简直要把会议室给点燃了。可等冷静下来，柳智雅的一盆冷水直接泼了过来。他提醒昌硕，庆宇虽然表现惊人，但终究只是个普通玩家，和那些顶尖的排名者相比，差距依然大得离谱。昌硕沉默了，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，这波梭哈到底是翻身的机会，还是万丈深渊，但他已经没法回头了。昌硕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直觉，他坚信庆宇就是那个破局的关键，只要给够支援和资源，这小子绝对能带回惊天动地的情报。柳智雅
刚想开口劝他现实一点，办公室的大门就被猛地撞开了，助手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，显然是带回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。之前昌硕一直让他盯着那个最近疯狂单刷了几十个地下城的神秘人，现在身份终于查清楚了。助手的一句话让全屋子的人都彻底傻了眼，那个单挑了几十个副本的怪物，竟然就是庆宇本人。更离谱的是，庆宇登记成为玩家的时间，满打满算也才1个月而已。昌硕这下终于意识到，他不是押对宝了，他是挖到了一个真正的怪物。这小子的上限恐怕没人能看透。柳智雅整个人都听傻了，不到5分钟就速通了地级地下城，这哪里是刷副本，这简直是在散步。昌硕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他在办公室里兴奋的手舞足蹈，大喊着庆宇就是他手里的王炸。之前的憋屈瞬间一扫而空，他就知道自己没看错人，这种级别的天赋已经完全超出了常人的理解。昌硕甚至开始佩服起自己这毒辣的眼光。就在外面闹得翻天覆地的时候，正主庆宇终于露面了，他一脸淡定地走出传送门，看着手机里的银行余额，庆宇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整整1600万，这下是真的发财了。为了这笔钱，他这4天简直是干爆了，带着蓝巴连刷了160个副本，把掉落的召唤卷轴全部清空。庆宇觉得自己付出了血汗，结果旁边的蓝巴忍不住吐槽，明明出力流汗的是他们才对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属于他的好日子总算是彻底开始了。既然钱到手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分账。庆宇把生活费和养老钱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甚至连妹妹雅珍和家人的未来都考虑到了。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月入千万的顶级玩家，这一切简直就像做梦。但他心里很清楚，最关键的还是这个玩家账户剩下的600万，他打算全部砸在召唤兽身上。毕竟在这个世界，钱只是数字，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。趁着这段时间疯狂刷本，蓝巴他们等级全都冲到了30级。既然等级上来了，是时候给他们整点好装备，配上符文再强化一波，这样刷日常副本才够快。庆宇本想着去交易平台买几个核心召唤兽来带节奏，结果点开网页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哪里是买卖，简直就是抢钱！一个 C 级的召唤兽就要2000万，B 级的更是直接开价2个亿。至于那些顶级的高级货，市场上根本连见都见不到。庆宇这才意识到，想靠砸钱走捷径，恐怕是行不通了。庆宇仔细算了一下，哪怕是用高级召唤卷轴，想抽中 B 级的概率也才1%，难怪市场上会卖到天价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正路走不通，那就只能走点特殊渠道了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秘密号码，这可是他提前布好的局。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没料到这个号码会突然响起。西装男慌慌张张地推开门，大喊着：“议员大人，出事了！”看来庆宇这一通电话又要让某些大人物彻底坐不住了。昌硕本来还在办公室装深沉，结果一听到是庆宇发来的消息，吓得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。刚才那副高冷的架势瞬间没了，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位大客户到底又有什么新动作。等秘书把手机递到他面前，昌硕整个人都看傻了，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采购清单，从 C 级到 B 级的召唤兽，庆宇竟然打算全部打包带走，这哪里是在买东西，这分明是要把整个市场都给扫空。昌硕怎么也没想到，庆宇的胃口竟然这么大，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，整个局势都要跟着变天了。昌硕看着那串采购数字，心里其实一直在滴血。要是总部能给报销还好说，自己掏腰包买这些 C 级货，确实让他有点肉疼。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秘书带回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：庆宇承诺只要这笔买卖成交，他就会交出日常副本的速通秘籍。这下昌硕彻底坐不住了，这可不是1、2个副本的攻略，而是所有日常副本的杀手锏。一旦掌握了这些，他在局里的地位可就完全不同了。他意识到庆宇这次是在玩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局，虽然风险不小，但背后的收益简直无法估量。昌硕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，他决定不再纠结那点小钱，现在就去找局长摊牌，这门生意他一定要彻底吃下来。昌硕这次是真的彻底破防了，他在办公室里疯狂咆哮，把那个死脑筋的局长骂了个遍，觉得就是因为这些老顽固，国家才一直没有进步。柳智雅在一旁无奈的解释，申请果然还是没被批准。局长那个老头子开出了一个极其离谱的条件，他要求庆宇必须先证明实力，要么拿出证据，要么先去把副本给通关了，然后再来谈申请召唤兽的事。这话一出，昌硕气得差点当场背过气去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循环，没有召唤兽怎么去通关？不通关又不给召唤兽，看来想从这群老家伙手里拿资源，光有钱和计划还不够，必须得用点更强硬的手段了。昌硕还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，他觉得庆宇提供的情报简直是超级大奖，可总部那群蠢货竟然看不出价值，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。就在他气得跳脚的时候，柳智雅却在一旁冷不丁的开了口，他觉得把这种顶级情报只卖10几个亿简直是太亏了。昌硕还没反应过来这话什么意思，柳智雅就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他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：“要不这笔钱直接由他来出，怎么样？”这下轮到昌硕彻底愣在原地了。他本以为柳智雅只是个普通的合伙人，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财大气粗，10几个亿在他眼里就像零花钱一样。昌硕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。谁能想到柳智雅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顶级财阀大成集团的大小姐，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顶级白富美。她从小接受最严苛的精英教育，但这位大小姐却不走寻常路。比起枯燥的家族企业经营权，她更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觉醒的玩家。
而现在他已经彻底盯上了庆宇，在这个男人身上，他看到了完全不属于新人的老练。柳智雅露出了玩味的笑容，她很想看看这个掌握着无数秘密的男人到底还能给她带来多少惊喜。柳智雅心里已经有了个疯狂的计划，既然这个男人敢直接跟国家谈判，那他干脆就玩个大的，直接为庆宇成立一家专属的经纪公司。他决定不计成本的砸钱投资，让庆宇能毫无顾虑的利用那些情报。这种全新的运作模式跟现在那些小打小闹的团队完全不同。昌硕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，他忍不住小声提醒柳智雅，这可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，真的不需要再考虑一下吗？柳智雅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她调侃地看着昌硕问，难道你是在担心我的银行卡余额吗？昌硕顿时尴尬地闭上了嘴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在顶级财阀大小姐面前谈钱，确实是自己格局小了。柳智雅再次给出了承诺，只要能达成合作，钱的问题根本不需要担心。这番话直接给所有人吃下了定心丸。但在正式启动计划之前，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打算，那就是必须亲自再去会会庆宇。柳智雅的眼神里透着志在必得，她很清楚这个男人才是整场局的关键。柳智雅这次为了见他，真是下了血本，这排场摆明了是志在必得。庆宇也没想到，仅仅是一个情报，对方竟然动作这么快，直接把见面地点定在了这种顶级餐厅。看着周围这阵仗，他甚至觉得有点不真实，这待遇简直让人没法拒绝。看来这次要聊的生意比想象中还要大。就在他感叹的时候，正主终于开口了。庆宇之前查过他的资料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完美模板，不仅颜值逆天，家世和能力更是让人没话说。谁能想到堂堂财阀家的3代大小姐竟然会在总部任职？柳智雅笑着打了个招呼，问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。还没等庆宇反应过来，他就直接摊牌了，今天真正要谈生意的不是什么公司总部，而是他自己。柳智雅一边吃着饭，一边无奈地告诉庆宇，总部那边现在压力很大，恐怕没法再提供什么支持了。虽然昌硕议员尽力帮衬，但反对的声音实在太多，这意思很明显，庆宇被总部断粮了。庆宇倒是没觉得有什么，反正凭自己的本事拿第一也是迟早的事，大不了以后不给他们情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柳智雅突然放下了杯子，说出了一个让他没想到的提议。他打算跳过总部，专门为庆宇一个人成立一家私人经纪公司。这下庆宇彻底听愣了，这哪里是谈生意，这简直是要直接挖总部的墙角。庆宇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柳智雅的提议确实没法拒绝，毕竟公司只认钱，而他手里握着的情报就是最硬的筹码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出高价还能提供顶级资源的合伙人，而柳智雅给出的承诺简直是量身定制。庆宇心里很清楚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只有钱是不会骗人的。柳智雅这大腿确实值得抱一抱。可还没等他把合同看明白，柳智雅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愣住。他说明天就要去现场看地，甚至连庆宇之前要求的召唤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这效率也太离谱了。合同还没签呢，他竟然已经把一切都搞定了。柳智雅笑着告诉庆宇，不管这合同最后签不签，他都已经提前把一切准备好了，就当是送他的一份见面礼。庆宇这下算是彻底服了，心里直呼财阀就是牛，这办事效率和手笔，普通人根本没法比。与此同时，雅真正一个人在山里转悠，他一边走一边抱怨，哥哥最近简直像失踪了一样，连个电话都不打。听说哥哥还搬了新家，可他找了半天也没见着人。就在他垂头丧气的时候，一个优雅的身影从他身边经过，雅真直接看呆了，心想这姐姐长得也太漂亮了，简直自带光环。可等他仔细一琢磨，突然发现不对劲，这张脸他好像在网上刷到过。雅真盯着手机屏幕，脑子飞速转了一圈，终于反应过来了，这不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柳智雅吗？而此时的训练场上，教官正扯着嗓子大喊，逼着大家继续挑战极限。蓝巴累的翅膀都快扇不动了，直呼自己已经到头了。就在大家练得热火朝天时，教官突然停了下来，示意所有人赶紧闭嘴，因为有个大人物正往这边走。庆宇刚擦完汗，一抬头就看见了柳智雅，她还是那副优雅的样子，准时出现在了约定的地方。柳智雅轻声问了一句：“你已经到了吗？”庆宇点了点头，看来接下来的正事终于要开始了。柳智雅打量着庆宇的团队，看着教官和那几只召唤兽，忍不住感叹：这阵容确实有点意思。庆宇也没打算多解释，直接让教官带人继续训练。毕竟现在的重点是柳智雅刚才提到的那份礼物。柳智雅微微一笑，手中突然汇聚起蓝色光芒。她说要先给庆宇一点甜头，让他看看自己的诚意。话音刚落，庆宇面前就弹出了系统提示，柳智雅竟然直接发起了交易申请，让他仔细看看里面的内容。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顶级资源，甚至还有 A 级的稀有召唤兽。看来这位大小姐是真的打算要下血本了。这笔买卖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系统警告给的清清楚楚，谁要是敢在交易里耍花招，直接就会被系统窗口当场抹杀。庆宇看着那长长的资源列表，心里忍不住感叹，柳智雅这女人的手眼通天，竟然真的把这些宝贝全找齐了。随着她指尖轻轻一点，交易正式达成，蓝色的光芒瞬间笼罩全身。庆宇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，他赶紧弯腰向柳智雅致谢，直言这份礼物实在太重了。可柳智雅只是淡淡一笑，仿佛这些顶级资源根本不算什么。紧接着，他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，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。既然好处已经拿了，那接下来的正事也该好好谈谈了。
柳智雅指着远处的大楼说：“新公司的名字已经定好了，就叫玉白，名字是从2家姓氏里各取了一个字，股份分配更是让人大吃一惊。庆宇一个人就占了70%，柳智雅自己拿2成半，剩下的那点留给了昌硕1元。”庆宇看着这份计划书，发现柳智雅甚至把总部的精英都挖来了。面对庆宇的疑问，柳智雅只是轻描淡写的笑了笑，毕竟没人能拒绝3倍工资的诱惑。庆宇拿着文件有些犹豫，这70%的股份实在太重了，他忍不住问柳智雅：“给自己这么多真的合适吗？”柳智雅转过头看着他，眼神里透着一种势在必得。他说：“这不只是在做生意，更是他押上全部身家的一场豪赌。”柳智雅表现得非常清醒，他说自己只要2成半的股份，因为他有绝对的自信，能让这部分资产的价值翻倍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公司谁说了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跟庆宇搭上线。现在得把眼光放长远，先把这层关系给做实了。庆宇也没再犹豫，直接代表庆宇在合同上盖了章。随着系统提示合同完成，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这桩大生意总算是谈成了。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，一直守在旁边的教官突然察觉到树林里有动静，那地方正散发出阵阵寒意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破空而来。谁也没想到，在这最放松的时刻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降临。树林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庆宇还没反应过来出什么事了，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就从草丛里大步走了出来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那男人的手里竟然还倒提着一个女孩，看那样子像是刚被自动狩猎系统给抓获了。庆宇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被倒挂着的不是别人，竟然是庆宇的妹妹雅珍。庆宇忍不住大声质问：“雅珍，你怎么会跑这种地方来了？”庆宇这下算是把人抓个正着。雅珍跪在地上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庆宇直接拆穿他，说他是因为追星才一路跟踪智雅，结果这丫头还嘴硬，非说自己只是好奇，这逻辑简直是满分。庆宇一句话直接真实暴击，好奇不就是跟踪吗？而且居然还敢躲在旁边偷听，眼看瞒不住了，雅珍干脆破罐子破摔，承认了之后反手就是一个反击。他死活想不明白庆宇怎么会认识智雅这种大人物，这下轮到庆宇头大了，这事儿解释起来可就麻烦了。雅珍现在彻底炸毛了，非要庆宇交代清楚他跟智雅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庆宇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，本来合同里确实有家庭条款，迟早是要跟对方家里人见面的，但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可雅珍根本不听解释，在那儿疯狂输出，非要他立刻把话说明白。庆宇叹了口气，看着这局面是躲不过去了，他决定不再隐瞒，准备彻底摊牌了。就在真相要揭开的时候，兰巴这小家伙居然还在旁边悠哉的玩耍。庆宇脑筋一转，编了个听起来挺靠谱的瞎话。他说自己以前是个资深玩家，因为破了地下城记录才被柳智雅看中。雅珍听完半信半疑，还顺手翻起了旧账，问是不是他以前沉迷的那个手游。庆宇吓得赶紧否认，随便扯了个游戏名在那儿打掩护，毕竟现在要是掉马了，那麻烦可就真的大了。谁知道雅珍一听这游戏名，整个人都兴奋了，嘲笑他居然在那款垃圾游戏里浪费了1整年的时间。看着雅珍笑得这么开心，庆宇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虽然这丫头值得信任，但为了安全，真正的秘密还是得烂在肚子里。庆宇一直没忘记，在他最落魄的那3年里，是家人不离不弃的守在病床前。对他来说，家人就是唯一的软肋，所以他必须变得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能挡住所有的危险。在那之前，他宁愿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。回到现实，雅珍还在埋怨他瞒得太久，庆宇只能好言相劝，甚至还给他下了封口令，千万别在爸妈面前说漏了嘴。雅珍虽然一脸不情愿，但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。可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，庆宇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原来那个影子精灵一直躲在草丛里偷听，这下麻烦了，这个甩不掉的尾巴到底想干什么？庆宇给雅珍出了个主意，说如果想让那个精灵发挥战力，就必须得配上一只影子狼，不然这培养效率连1成都不到。雅珍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赶紧拿出手机开始搜索，毕竟这种 B 级的稀有召唤兽，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庆宇还在旁边不停的安利，说这可是当下的顶配组合。结果雅珍点开交易界面一看，整个人当场就石化了，这只影子狼居然要5个亿。雅珍算了一下，就算自己不吃不喝打工20年，恐怕也买不起这个影子。庆宇倒是淡定的很，随口回了一句让他等着。看这架势，他难道是想亲自动手搞一只？庆宇直接夸下海口，说1个月之内肯定把那只影子狼送到他手上。雅珍听完笑得停不下来，觉得庆宇纯粹是在吹牛，吐槽他才刚当上玩家就开始学人家装酷了。他摆摆手让庆宇别闹了，这种天价的东西还是等自己攒够了钱再说吧。庆宇也没多解释，转身挥了挥手，只留下一句到时候别感动的哭鼻子就行。看着庆宇离开的背影，雅珍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以前那个总是垂头丧气的哥哥，现在好像完全变了个人，就连这只原本凶巴巴的影子精灵，现在躺在他腿上也变得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。转眼1个星期过去了，庆宇这回算是鸟枪换炮，柳智雅专门带人过来给他送了一套全新的行头。庆宇看着这身衣服有点猛，不明白进个地下城为什么要穿得这么讲究。柳智雅笑着解释说，他们公司的第1件产品其实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，而是情报。
现在外面的人对地下城通关攻略简直是疯抢，所以智雅打算把庆宇的战斗过程全部录制成高清视频，专门卖给那些高端付费会员。而这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背心，其实是特制的拍摄装备，只要庆宇穿上它，他在地下城里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变成白花花的银子。这下庆宇总算明白了，柳智雅这是打算利用他的实力赚到这第一桶金。这套装备可不简单，只要穿在身上，就能全方位无死角的记录 3D 画面，而且材质轻便，完全不会影响庆宇在战斗中的动作。庆宇一边整理衣服，一边看着旁边严阵以待的拍摄团队，忍不住吐槽说：“这阵仗搞得比实战压力还大。”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进周一地下城，庆宇心里也没底，担心万一打得不够漂亮，录出来的视频没人看怎么办？柳智雅倒是很淡定，安慰他说：“尽管放手去干，反正后期会把最精彩的部分剪出来，只要人没事就行。”庆宇听完点了点头。就在他迈进传送门的一瞬间，突然回头问了一句：“如果我现在直接把全国纪录给破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”柳智雅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回了一句：“可以。”等他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这家伙刚才那副担心的样子，合着全是在凡尔赛啊！柳智雅心里还在打鼓，觉得庆宇是不是被那13亿的债务给压得开始说胡话了。庆宇倒是稳如老狗，反过来安慰柳智雅放轻松，说自己现在状态好得不得了。柳智雅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叮嘱他按自己的节奏来，就像以前打游戏时那样就行。随着庆宇迈进传送门，系统提示也刷了出来，目前周一地下城的全国纪录是7分钟左右。看着眼前这片充满杀气的战场，庆宇不仅没退缩，反而觉得这种程度的关卡通关简直是轻而易举。要知道这地方可是全服唯一的香饽饽，只有这里才掉落珍贵的攻击符文，而且通关时间越短，排名和奖励就越离谱。对于现在的庆宇来说，这哪里是地下城，这分明就是他的提款机。很多人觉得防御符文是垃圾货，但真到了高难度副本，没有这些保命的东西根本玩不转。所以周一地下城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按理说这地方是个标准的防御本，漫山遍野的亡灵生物会像潮水一样整整围攻你30分钟，但想要冲上排行榜，傻站着防守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这里有个隐藏的通关逻辑，只要最终 BOSS 巫妖一死，副本就会立刻结算。所以现在的顶级攻略全都是不讲道理的斩首行动，直接冲进怪堆里取 BOSS 首级。庆宇低头看了看胸前的设备，确认录制信号一切正常，这可是他第一次在全网观众面前露脸，绝对不能拉胯。看着系统弹出的召唤界面，庆宇已经选好了出战阵容。既然要追求极致的速通，那就要直接把底牌全亮出来。为了应对各种突发状况，庆宇早就配置好了几套全能阵容，不管是刷副本还是打架，他手里都攥着不少底牌。随着他手指轻轻一点，召唤阵的光芒瞬间炸裂，治安官、教官还有祭司接连现身，这排场简直拉满了。当然也少不了老搭档蓝巴，还有那只战斗力爆表的多毛大猩猩。这支混编部队一亮相，整个战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。系统提示音紧接着响起，巫妖的亡灵军团已经开始疯狂涌入，要求庆宇在援军赶到前死守30分钟。看着倒计时跳动的那一刻，庆宇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带着他的随从们正面迎敌。多毛大猩猩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，率先冲向了那群骷髅架子。这场以1敌1的硬仗现在正式开打，多毛大猩猩简直就是人形拆迁办，一拳下去，那些骷髅兵连渣都不剩，这清场效率简直离谱。庆宇在后方冷静观察，看到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，他知道反击的信号弹已经升起，就是现在，出发吧！蓝巴在空中轻盈的扇动翅膀，已经做好了魔法支援的准备，而庆宇也握紧了手中的长剑，眼神里全是杀气。面对漫山遍野的怪物，庆宇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低声下令，所有人先撤往高处。不愧是这支队伍的核心，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队友看在眼里。就在这时，巨大的威胁已经逼近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下最后2分钟。至于后面跟着的那些杂鱼，根本不需要庆宇亲自动手，他的召唤物们正在战场上疯狂收割，这清场速度简直让人看花了眼。庆宇站在后方，对这股战力非常满意，有这些帮手在，接下来的计划就稳了。不过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刚现身，他看向前方的黑影，终于打算动用那个压轴的底牌了。庆宇派出了他的新召唤物战斗警长，这家伙虽然枪法准得离谱，但伤害却让人看傻了眼。挂机打了30多个小时，居然连条鱼都打不死，这种刮痧级别的输出在高端局根本没法看。但庆宇一点都不慌，他叫停了射击，反手又叫出一个辅助，直接给狙击枪套上了祝福。这下局面要彻底反转了，加了 buff 的子弹，威力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招果然奏效了，巫妖最难缠的远程免疫护盾现在已经被彻底瓦解。庆宇等的就是这一刻，他冷声下令，全员开火。憋了很久的战斗警长终于扣下了扳机，子弹带着破空声呼啸而出，教官和多毛大猩猩也同时爆发，一个在地面横扫，一个从空中重压。这支顶级小队的真正实力现在才要彻底爆发。多毛大猩猩在前面疯狂开路，蓝巴的辅助魔法也已经拉满，整个战场的特效简直华丽到了极点。就在这热血沸腾的时候，战斗警长也帅气的扣动了扳机，这姿势这气场怎么看都像是要收割全场。结果子弹打在巫妖身上，居然只跳出了2点伤害。看着这尴尬的输出，庆宇彻底沉默了。这伤害比起其他人简直就是来搞笑的，这下麻烦了，光有特效没输出，接下来的仗还怎么打？
虽然战斗警长的伤害不高，但胜在频率够快，巫妖的血条正在一点一点被磨掉。这种打法在别人眼里简直是浪费时间的代名词，效率低到没人愿意用。但庆宇却稳如泰山，他根本不在乎时间，只要能稳步削减对手，剩下的交给队友就行。就在这时，多毛大猩猩在治疗下满血复活，直接把眼前的杂兵撕成碎片，局面已经彻底稳住了。庆宇露出了标志性的自信，普通玩家眼里的低效率，在庆宇这里根本就不存在。只要配置拉满，再加上完美的技能衔接，就算是顶级的巫妖也扛不住这最后一击。庆宇已经看准了时机，所有的潜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战斗警长蓄力完成，一道蓝光闪过，直接贯穿了敌人的身体。谁说这是在刮痧？这分明是降维打击。不可一世的巫妖 BOSS 在这一击之下彻底灰飞烟灭，系统提示疯狂刷屏，不仅地下城顺利通关，甚至还顺手打破了全国纪录。蓝巴和多毛大猩猩都看呆了，谁能想到这种磨人的打法竟然真的能创造奇迹？庆宇得意地挥了挥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勺子杀人魔战术。虽然听起来很离谱，但结果说明了一切。这波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降维打击。谁能想到庆宇拿到召唤书才1个星期，竟然就开始挑战周1地下城的竞速记录了。虽然他之前破了周2的记录，但想要横扫所有的每日地下城，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疯狂。秉正心里直打鼓，毕竟庆宇还没解释过他到底打算怎么清掉剩下的关卡。国内的高手多的是，如果他只是在虚张声势，那这玩笑可就开大了。柳智雅看出了他的不安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在担心他吗？”现在的局面已经不只是一个记录的问题了，所有人都在盯着庆宇，看他到底是在创造神话，还是在自寻死路。面对下属的担忧，柳智雅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反正这公司是我自己掏钱开的，就算真的出了什么差错，我也绝对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前途。当然，最关键的一点是工资照发，1分钱都不会少。”这话一出，2个下属当场就沦陷了。这哪里是公司，这简直就是梦中情思。他们恨不得现在就为公司奉献一生。柳智雅微微一笑，眼神里透着绝对的自信，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底气，能掌控全局。这大概就是超能力带来的安全感吧。庆宇表现得越是淡定，柳智雅就越觉得这个男人背后肯定还藏着更深的秘密。毕竟在地下城里，庆宇那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，简直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。他甚至还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刚进来就破全国纪录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随着通关钥匙到手，监控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技术员盯着屏幕大喊：“记录被打破了！周1地下城通关时间竟然只有4分12秒，这比之前的全国纪录整整快了3分钟！”所有人都在疯狂打听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怪物到底是谁？庆宇的名字就这样刷爆了整个监控室，技术员们盯着屏幕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这简直疯了！谁能想到他第一次尝试就直接把全国纪录给踩在了脚下？看着排行榜上跳动的名字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一个怪物级别的天才正式诞生了。柳智雅盯着自己的双手，随后猛地握紧拳头，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押对宝了，这已经不只是一次通关，而是一场足以改变局面的豪赌。只要庆宇还在，这笔生意就注定要大获成功，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提前中了人生的头彩。庆宇带着蓝巴站在山巅，看着眼前的传送门，他并没有急着冲进去。在出发之前，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。既然已经没人能挡得住他，那就干脆玩个大的。庆宇随手点开了系统界面，直接开启了自动战斗模式。从这一刻起，真正的收割才刚刚开始，这群敌人马上就要被彻底粉碎了。只要开启了自动战斗，召唤物就会在副本里疯狂循环，这意味着庆宇什么都不用做，金币和宝石就会自动堆满背包，这简直就是合法的开挂。他随手按下了确认键，直接召唤出了 EX 级的风之妖精。蓝巴还没反应过来，庆宇就笑着把任务甩给了他：“周1的刷怪任务以后就全靠你了。”蓝巴整个人都懵了，本以为是出来战斗的，结果竟然成了刷本的工具人。庆宇一句话直接让蓝巴没话说了。他问蓝巴：“难道你也想参加特训吗？”蓝巴脑子里瞬间闪过那些被教官折磨的画面，那简直就是噩梦，没人能在那样的魔鬼训练下撑过去。蓝巴当场就崩溃了，他哭着求庆宇要不去参加特训，让他去副本里刷多少圈都行。庆宇看着他这副样子，顺手就答应了。这下计划全通了，一边让蓝巴去自动刷本拿奖励，一边让教官特训剩下的召唤物。这种零浪费的完美安排，才是真正的压榨劳动力。庆宇把刷本的任务交代完，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。蓝巴倒是干劲十足，拍着胸脯保证完成任务。随着红光一闪，庆宇穿过传送门回到了现实，可眼前的阵仗让他都有点没反应过来。柳智雅竟然亲自带人在这迎接，跪在地上的秉正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一件外套。庆宇接过衣服，里面藏着这次行动的关键录像，他随手换上装备，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。副本里的事已经搞定，接下来的现实世界才是他真正要解决的麻烦。柳智雅向庆宇保证，录像绝对不会泄露，让他不用担心舆论的影响。可庆宇却表现得很淡定，他说自己并不介意录像公开，只要能换来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保护好他的家人。现在的局面鱼龙混杂，他需要大成集团动用所有的影响力，确保家人的绝对安全。柳智雅沉默了片刻，随后郑重地答应了下来，他会动用一切手段守住这个底线。就在庆宇处理现实麻烦的时候，副本里的蓝巴正哭得稀里哗啦，他死死拽着大猩猩的毛，怎么都不肯去刷本。看来就算是 EX 级的召唤物，面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加班，也照样会崩溃啊。
随着科莫多龙最后一口闷，副本通关时间定格在3分钟。庆宇看着这个成绩，表现得相当淡定。他这次录像只是为了交差，根本没动真格的。可就这随手一答的水平，竟然已经要刷新世界纪录了。庆宇心里已经在盘算，如果给宠物配上顶级速度符文，再叠加上猎鹰的加速 buff， 通关时间绝对能压进1分钟。这要是发出去，估计全世界的觉醒者都要怀疑人生。不过周2的任务总算收工了，他转身走向传送门，没有片刻休息，因为周3的防御符文副本已经在风雪中开启了。这周3的副本环境简直恶劣到了极点，庆宇刚一落地就被这极寒天气冻得够呛。这种低温不仅难受，连移动速度都被严重限制。他意识到硬扛绝对不行，果断打开系统界面，开始摇人。随着一连串召唤指令，冰霜猫和疾风隼率先现身，紧接着是巨大的钛金魔像，还有手持长杖的暴龙法师。这排场一拉开，周围的寒气瞬间被压了下去。庆宇躲在魔像宽大的影子里，总算是有功夫喘口气了。在这种鬼地方，还得是靠这些抗寒的召唤物，接下来的路总算能走得稳当点了。远处雪坡上一阵骚动，这群大猩猩正成群结队地冲杀过来，看这架势是想把庆宇生吞活剥。庆宇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他随手一挥，巨大的钛金魔像直接横在路中间，顺便还给他套了一层强化护盾。光有肉盾还不够，为了节省通关时间，他又把疾风隼给叫了出来，直接开启群体加速 buff。这下局面彻底反转了。庆宇悠闲地站在魔像手臂上，带着这支召唤大军，在雪原上开启了推土机模式。这哪里是在刷本，这分明是在郊游啊！这台金魔像跑起来简直比超跑还要狂野。庆宇坐在上面，感觉整个人都要飞出去了。虽然这速度确实够刺激，但副作用也挺明显。他和身边的暴龙法师都被颠得七荤八素，感觉胃里已经在翻江倒海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大猩猩开始整活了，无数巨大的石块像炮弹一样砸了过来。换做别人早就躲开了，可钛金魔像连眼皮都没抬，任凭石块砸在身上，连个印子都没留下。庆宇总算稳住了身形，看着这坚不可摧的装甲，忍不住感叹，这才是最完美的肉盾啊！光靠这种速度跑路，庆宇觉得还远远不够，想要在副本里拿高分，就要晚点不走寻常路的。他看准了前方的断崖，这地方普通人根本过不去，但对钛金魔像来说，这不过是级台阶而已。只要能从这里直接跳下去，就能省掉大半的赶路时间。庆宇转头提醒暴龙法师，让他提前做好准备。话音刚落，巨大的魔像已经腾空而起，像一颗陨石一样，直勾勾地砸向山谷深处。这哪是在超近道，这分明是在玩命啊！红色警报突然刷屏，看来这副本的正主终于射得露面了。这只 BOSS 级的多毛大猩猩，光是咆哮的动静就挺吓人。庆宇可没心思跟他对吼，他反手就是一个召唤，直接把脚妖精给摇了出来，先给对面加点料。趁着 BOSS 被分散了注意力，庆宇眼神一冷，立刻下达了总攻指令，让暴龙法师波克里勇准备开大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算趁对方还没站稳，就直接一套连招，把这大块头彻底送走。暴龙法师这次是动真格了，狂暴的火焰在空中疯狂汇聚，这一招下去，估计连地皮都要被刮掉3层。巨大的火龙咆哮着俯冲而下，那只大猩猩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卷进了火海。在绝对的等级压制面前，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整片雪原都被火光照亮，系统面板也在这时跳了出来，提示 BOSS 已经被彻底击败。庆宇兴奋地挥了挥拳头，4分22秒，这个通关速度简直快得离谱，看来这次的奖励绝对少不了。看着单膝跪地的钛金魔像，庆宇心里总算踏实了，这场硬仗总算是完美收工。庆宇正对着新纪录沾沾自喜，结果帅不过3秒，刚才魔像那一顿狂跳，后劲儿实在是太大了。他这会儿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扶着树就开始当场破防。蓝巴和暴龙法师都看傻了，这哪还有半点高手的样子？可庆宇还不知道，他在副本里的惊人表现已经让现实世界彻底炸开了锅，全网都在疯传那个4分22秒。路边随便一个低头族都在盯着手机上的新闻发愣，大家都在议论纷纷，这个叫庆宇的家伙到底是谁？一时间漫天都是关于他的报道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定了这位神秘大佬。现在满大街都在转，有个叫庆宇的新人把社区榜单的记录全给刷了，大家都在纳闷，这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，居然能连续几天霸榜，周1到周3的记录全被他一个人横扫，这在以前根本没发生过。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盯在这个男人身上。庆宇看着这些消息陷入了沉思，这出戏恐怕才刚刚开始，大人物们也坐不住了。这个叫庆宇的年轻人已经彻底闯进了高层的视线。老人想起了之前的传闻，当初庆宇想用情报换取资源，结果却被那帮议员给拒了。现在看来，那些被当成笑话的情报竟然全是真的。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当初那帮人为了省点钱，到底错过了什么样的怪物？这下麻烦大了，那些曾经看不起庆宇的人恐怕觉都要睡不着了。在这些政客眼里，结果永远比过程更重要。看着那一路飙升的支持率，老人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后悔了，当初要是早点支持庆宇，现在这些选票和名声全都会是他的。他忍不住感叹，有人亲手把到手的摇钱树给活生生的赶走了。老人叫来秘书，语气变得异常严肃，去重新联系那个叫庆宇的玩家。秘书愣住了，咱们之前不是拒绝过他吗？老人冷笑了一声，之前以为他是骗子，
现在才发现他是真正的王牌。听好了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把他拉拢过来。这几天庆宇可没闲着，带着教官在各个副本里疯狂扫荡，不管是周一的符文还是周二的材料，只要是好东西，通通都被他们收入囊中。教官也是头一次见到有人刷本能像割草一样快，两人配合的越来越默契，几乎把这几天的掉落记录全给包圆了。尤其是周四拿到的这些技能书，虽然看着普通，但里面藏着的可都是教官才能解锁的压箱底本事。蓝巴在旁边看得手舞足蹈，这波资源收割下来，两人的实力又要往上翻几番了。庆宇心里很清楚，这些宝贝攒得越多，接下来的大场面他就越有底气。庆宇发现了一个刷本的小窍门，既然周四的副本掉落更好，而且打起来还更省力，那还费什么劲去刷周日的副本？他索性给自己放了个长假，带着蓝巴又是喝饮料又是补觉，彻底告别了那种没完没了的苦力活，打算把精力全攒到周四这一天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所谓的简单副本竟然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。刚一踏进传送门，满屏的红色警告就刷了出来，四周的空气瞬间炸裂，一个巨大的黑影直接挡住了去路。这哪是什么轻松副本，这分明是进门就要开大的速通模式。看着眼前咆哮的泥土魔像，庆宇这下彻底傻眼了。眼前的这个大家伙出了名的皮糙肉厚，一般的攻击打在他身上简直跟挠痒痒没区别。按照那些老掉牙的攻略，得先召唤白狼去磨掉他的防御，然后再一点点慢慢耗死他，但这打法实在太浪费时间。庆宇看着手里的系统面板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对他来说这种战术还是太保守了。既然防御高，那就用更恐怖的伤害直接灌死他。随手一挥，各种强力召唤物瞬间铺满了战场。教官在后面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哪里是在打副本，这分明是在搞火力覆盖。随着泥土魔像一拳砸下，管你什么防御不防御，在绝对的数值面前，一切花里胡哨的策略都是废话。只要输出够高，硬刚才是最简单的办法。庆宇看着眼前的战斗，无奈的叹了口气。这种靠满级召唤物暴力横推的视频，要是真发出去当教程，估计会被观众顺着网线过来打他。毕竟谁家好人做攻略是直接拿顶级装备当大白菜使的，普通人根本学不来这种土豪打法。他决定还是收敛一点，按那些老掉牙的标准套路来演示。不过说起速通这个副本，他确实有个不为人知的绝招，那就是直接针对泥土魔像的死穴。庆宇随手一挥，巨大的钛金魔像拔地而起，那金属质感的躯体，光是站着就让人感到窒息。教官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哪里是找弱点，这分明是打算直接把对方给拆了。两个庞然大物正面撞上，真正的重头戏现在才要开始。蓝巴率先发动魔法，耀眼的绿光瞬间笼罩全场，紧接着庆宇的召唤物倾巢而出，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庆宇冷静地伸出手，直接下达了最后的指令。既然是速通，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磨洋工。他指着泥土魔像大喊，直接冲着脑袋去。话音刚落，巨大的钛金魔像腾空而起，那砂锅大的拳头带着排山倒海的力量，精准地砸在了 BOSS 的死穴上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原本不可一世的泥土魔像脑袋瞬间碎了一地，整个身体彻底崩塌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泥土魔像，现在已经碎成了一堆烂石头。庆宇头也不回地收起长剑，蓝巴在后方高举法杖，狂暴的火焰瞬间冲天而起，把周围的空气都烧得扭曲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平时看起来活泼的小精灵，爆发起来竟然这么恐怖！炽热的火光在空中汇聚，最后化作一条巨大的火龙，咆哮着冲向地面，将残余的碎片彻底化为灰烬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补刀了，这分明是要把整个副本都给扬了。随着泥土魔像彻底倒下，系统面板弹出了最终结算，5分10秒，这个成绩简直快得吓人。庆宇看着屏幕笑了笑，这下麻烦大了，一不小心就把全国纪录快了整整1分钟。他看着远处那个大杀四方的召唤物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，这数值给的也太离谱了，简直就是个行走的平衡破坏者。不过庆宇心里很清楚，这还不是他的终极底牌，在真正的顶级副本面前，他还有更夸张的打算。毕竟只要手里握着满级的爆裂龙，哪怕是那些传说级的禁地，通关也就是1秒钟的事。蓝巴在一旁笑得灿烂，但谁都不知道庆宇接下来的目标到底有多疯狂。庆宇在副本里越刷越顺手，照这个进度算下去，加上进进出出的时间，通关一次也就10秒钟的事。他拍了拍身边的同伴，意气风发地喊了一句：“走，咱们再来一遍。”可画面一转，回到现实世界的庆宇刚从传送门里走出来，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。两个穿西装的男人早就等在那了，开口就问他是不是白庆宇，这架势一看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庆宇停下脚步，语气平静地回了一句：“是我，哪位？”对方直接掏出了证件，说是来自总部的主管办公室。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官方盯上，到底是福还是祸？庆宇看着眼前的两个西装男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，直接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他本以为自己和总部早就彻底两清了，没想到这帮人居然又找上门来。带头的西装男一脸堆笑，说总部已经研究过他之前的提议，既然他现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组织准备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可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，庆宇就直接开口打断了。他笑着摆了摆手，语气轻松的像是在拒绝推销。算了吧，当初你们爱答不理，现在的我，你们已经高攀不起了。男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说他已经和柳智雅商量过了，既然庆宇拿出了成绩，公司打算给个机会，重新考虑之前的提议。话还没说完，庆宇直接挥手打断，笑着回了一句：“算了吧，
这下轮到对方傻眼了，原本以为是施舍，结果人家根本不稀罕，这种迟来的好意，谁爱要谁要，反正庆宇是不打算伺候了。听到对方还在那谈什么评估，庆宇差点没笑出声，这帮人真把他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冤大头了。明明柳智雅那边随手就能甩出10万，这帮人却在这画大饼，简直是把人当猴耍。庆宇也懒得再废话，直接摊牌了，他已经签了别的公司，如果有任何不满或者还想继续谈，那就直接去找柳智雅吧。看着庆宇头也不回的离开，只剩下那帮人在风中凌乱。看着庆宇离去的背影，那2个西装男终于反应过来，柳智雅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？那可是大财团的大人物，他们这才意识到，刚才那个被他们轻视的年轻人背后竟然有这么硬的靠山，这下不仅是丢了面子，简直是错过了一条大鱼。另一边，庆宇已经来到了僻静处，准备开启今天的特殊任务——周5副本。这个副本跟以前完全不同，别的副本是让召唤兽去战斗，而这里全靠玩家自己用腿跑。看着眼前巨大的怪物，庆宇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既然已经没人打扰，庆宇决定是时候该练练手了。他熟练地划开系统界面，指尖轻轻一点，直接按下了召唤键。随着一阵耀眼的蓝光闪过，天空中传来了沉重的压迫感。一只巨大的飞龙凭空出现在城市上空，虽然系统给他的评价是害羞，但这体型可一点都不含糊。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，庆宇没有退缩，接下来的特训才是重头戏。虽然嘴上说着害怕，怕着万一摔下去，护盾到底能不能保命，但庆宇手上的动作可没停。他亲昵地拍了拍飞龙，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，就叫他 Sky。庆宇翻身骑上龙背，最后确认了一遍，准备好没？随着一声令下，目标东海，出发！巨龙猛地张开双翼，带着庆宇瞬间消失在城市上空，这速度简直比火箭还快。刚飞起来的时候，庆宇还没反应过来，这速度快得让他有点懵。可等他稳住重心，看着脚下的城市飞速后退，这种感觉比他预想的还要带劲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原来在高空疾驰竟然这么过瘾，既然已经适应了，那就没必要再收着了。庆宇拍了拍龙背，大喊一声，全速前进。巨龙发出一声长啸，在摩天大楼之间划出了一道蓝色的闪电。画面一转，庆宇已经带着人顺利抵达了襄阳海岸。刚一落地，教官就跟见到了偶像一样，激动地迎了上来。他一边疯狂鼓掌，一边扯着嗓子大喊，说庆宇这学飞的速度简直神了，真不愧是自家主攻。庆宇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连连摆手说这真没啥好夸的。可教官根本不听，坚持认为这就是奇迹，就连旁边的暴龙法师也跟着点头，说这确实是事实。看来这次飞行首秀不仅速度拉满，还顺便收割了一波崇拜。暴龙法师忍不住感慨，想起大家第一次骑飞龙的时候，那场面简直狼狈的不行，哪像庆宇现在这么轻松。他一脸崇拜的凑过来，直夸庆宇太厉害了，完全够格当大家的老大。庆宇倒是挺淡定，随口回了句谢谢。这波凡尔赛可把旁边的教官给郁闷坏了，心里直嘀咕主公太偏心。不过庆宇可没心思闹着玩，他看着眼前的海面，已经在盘算下一项挑战了。既然飞龙已经搞定，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海豚骑行练习了？教官赶紧收起小情绪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庆宇笑着拍了拍两人的肩膀，说跟着你们这些老手学才是最快的捷径，接下来的海上训练就全靠各位了。暴龙法师和教官也是拼了，一个个斗志昂扬，就等着大干一场。一转眼几天过去了，庆宇独自来到了周5副本，这里可是个好地方，不仅掉落各种好宝贝，还是他拿下竞速之神称号的老战场。庆宇熟练的召唤出风隼，让他给自己套上加速光环，毕竟接下来的挑战每一秒都至关重要。系统倒计时已经亮起，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。庆宇俯下身子，死死盯着前方。就在倒计时归零的一刹那，随着一声令下，他整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这速度简直快到飞起。庆宇在平台上疯狂冲刺，身后只剩下一串残影。各种障碍物接踵而至，但他就像长了后眼一样，闪转腾挪，动作那叫一个丝滑。庆宇忍不住感慨，以前只是隔着屏幕玩，现在自己上手了，才发现这实战的快感简直比游戏爽了100倍。他在彩色方块间灵活跳跃，完全掌控了节奏，脸上写满了自信。既然热身已经结束，接下来该去会会那条隐藏小路了。真正的挑战现在才要开始。正常人看到这片水域，肯定会老老实实跨过去，继续在平台上死磕。但庆宇可不打算按套路出牌，他嘴角微微一扬，心里已经有了更好的主意。只见他纵身一跃，直接从高台跳向大海，这操作把所有人都看傻了。就在快要落水的瞬间，庆宇大喊一声，天空海豚，一道蓝光闪过，巨大的海豚破浪而出，稳稳地接住了他。系统提示坐骑召唤成功，这下可好，原本的陆地跑酷直接变成了海上冲浪。庆宇抱着圆滚滚的海豚，这速度简直比在岸上跑快多了。看来这波不走寻常路是真的选对了。庆宇这招水下前行简直是教科书级的超劲道，利用海豚在深水区疾驰，地面上那些麻烦的障碍物全都被他甩在了脑后。就在海豚破浪而出的瞬间，庆宇眼神一凝，大喊一声，天空飞龙。这波海空联动简直绝了，他在半空中稳稳落位，巨大的飞龙张开双翼，直接开启飞行模式。从这里开始，所有的地面关卡都成了摆设。庆宇骑着飞龙全速俯冲，看着越来越近的终点线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场竞速赛的冠军已经非他莫属了。庆宇骑着飞龙全速俯冲，大喊一声，拿下了。
随着飞龙稳稳落地，系统界面瞬间弹出，通关时间定格在2分16秒，这速度简直快得离谱。庆宇看着屏幕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但这还没完，紧接着一条重磅消息刷屏，他不仅通关了，还顺手把全国纪录给刷了。